首先是该工具的介绍，该工具是主要针对于游戏特效制作流程便捷性的工具。那么不但可以实现一些个本身 Unity 无法实现的效果，还能够支持很多的批处理执行，那么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生产效率。那么首先是它的菜单栏分为3栏，分别是整合窗口、语言设置和独立窗口。那么首先第一个是它的整合窗口，通过整合窗口可以实现大部分该工具的操作，同时有一部分操作是建议使用其独立窗口。那比如说周长夹管理器以及粒子系统批量修改等等，根据你的实际的操作习惯，可以使用这个整合窗口，也可以使用独立窗口。那么该整合窗口，点击对应的工具栏就可以看到对应的内容。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直接在它的工具栏右键将其添加到不常用分组。那比如说，如果对当前的这个功能其实用的不多，或者是基本用不到，那么你可以直接将其添加到不常用分组。那么它默认的话是一个默认不常用分组，它是一个收缩状态，那么将会只显示你常用的这些工具。当你加入的时候，它会展开显示，告诉你当前这个分组之内有哪些内容。你可以只保留你常用的这些功能，就不必去从很多很多的工具栏之中来进行查找。工具少的话，反而可以帮助我们非常快速的找到你常用、你想用的这部分功能。一键加入不常用分组。如果说需要把它放回常用分组，那么通过这个不常用分组之中使用右键，可以把它加回常用分组。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抉择，或者是如果不管默认的话，那么它所有的都在常用分组。添加到不常用分组的时候，不常用分组会自动帮你展示其内部已经加入的内容。如果说你不对其进行操作，日常它是收缩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于你去查找和使用对应功能，这是整合窗口。除此之外，还可以使用单独的独立窗口。这里呢，每一个菜单就是对应一个功能的独立窗口。那比如说，这个工具是它的预制体批量编辑窗口，我们也可以点击其他的任何的窗口，它的英文名字就是它具体的窗口的这个对应名称，是一一对应。第3项是独立窗口，然后第1项是它的整合窗口，然后还有一些个窗口比较特别，它是包含了一些开关，比如说粒子系统扩展功能的开关，以及特效预览的开关，以及右键菜单的开关和自动保存场景的开关。最上方呢是有一个屏幕截图快捷键，它默认是 Ctrl+Shift+Z， 然后这是整合窗口，这是独立窗口。中间这项呢是切换语言，本工具是由5种语言切换。那么为了方便演示我现在先打开这个整合窗口，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默认，如果说并不是中文的话，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第2项进行语言切换，切换为你所使用的语言。那么可以是繁体，也可以是简体，也可以是英文、日文，或者说是韩文，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进行一个操作变换。它的所有的这个操作项都会变为你所切换的对应语言。所以说无论是哪一国，如果说是
母语是英文，那么可以使用英文；如果说是国内，那么建议使用简体中文；如果是港澳台，可以使用繁体中文。好，那么这是它的菜单和窗口部分。它的默认路径是基于 VFX Tools Editor 文件夹之内，是它所有的涉及到窗口的命令，就是编辑器的代码。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项是它的组件类型的代码。那么通过这个组件类型的代码呢，我们可以直接比如说创建任何一个对象，将其加入到对应的组件之上，就可以直接实现对应的效果。而编辑器呢，是打开对应的窗口来实现效果。那么这是两种不同功能类型的区别，并且呢，本工具所有的这个工具呢都是独立的，并不会互相的胡乱的引用和干扰。如果说你只需要其中的一部分功能，那就只保留你需要的那部分功能，它不会有任何的报错。那么这也是本工具的一个特色。那么比如说你不满足于将这个特效改设工具放到这个不常用分组，你想让它彻底从你的工程之中消失，或者说你就只希望保留几个你想用的工具，其他的我也不想把它加入到不常用分组，我想把它直接删除，可不可以呢？可以。那么你只需要导入你需要的那几个代码就可以。那比如这是它的特效改色工具 Particle System Cutter Editor， 它是在这个位置，我直接对它进行一个删除，它会直接重新编译，对你进行一个提醒。不过没关系，这个提醒并不是严重提醒，只是告诉你它有一个窗口丢失了，因为是我们直接对它进行删除的嘛。你看刚才的这个特效改色工具被删除，然后现在我们再次尝试另外一个。那比如说我要删除这个截图工具，是这个，直接删除截图工具。这儿看到截图工具，它的这个对应栏消失了，其他任何工具不受影响，仍然可以继续使用。它会在这儿提示截图工具没有找到，被移除了 tab， 被移除了这个标题栏，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任何影响，直接对它进行清除就可以。我们以后仍然可以自由的使用，甚至你可以因为我刚才是把我不需要的直接删除，你甚至可以直接导入你需要的功能。那比如说我只希望使用它的这个特效预览的功能，那其他所有工具我都不想要，那你就只导入这个 VFX Preview 就可以了，它就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使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工具它是支持多语言的，所以说除了导入对应的功能代码之外呢，还需要导入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 Language Manager， 就是语言管理器，否则的话它将会没法显示你支持的语言。就是说你一般情况下建议无论是你需要保留哪几个，都需要保留这个语言管理器，不然的话它没法支持切换语言。因为本工具它的所有的这个语言信息，无论是英日韩中繁体还是日语等等它都是离线的数据，就是说你不需要联网也可以自由的去切换语言选项。所以说它这个基础语言管理器不要对它进行删除，其他的根据你的抉择来进行任意的删除都没关系，都不影响其使用。好，那么这是特效工具的一个简单介绍。接下来讲的工具是特效模板管理器，它的位置是这个位置。它的界面看起来其实会与之前的收藏夹管理器类似，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特效模板管理器可以创建快捷右键菜单，使我们将所设定的特效预制体一键快速实例化，
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制作效率。那比如说我当前有一批的特效，这个特效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之下，我们可以把对应的特效选择拖入来进行加入预制体列表，或者说是点击选择之后点击添加预制体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添加不同的预制体，比如说有一些是特效常用的通用场景、通用的下雪天气、下雨天气和一些 buff 效果、刀光效果、水面效果、火焰效果，然后等等等等吧。因为很多时候一个游戏之中它的火焰基本上是相同的，比如说原神，我会发现它的无论是范围的火还是点状的火，看起来都差不多，都是一个风格。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重新去进行创建，就是拿之前的火焰去改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之前的火焰来作为一个模板。那么同理呢，刀光也是一样的，很多项目它的这个普通的刀光看起来都是几近相同，只不过是改了个颜色。那我们可以把你认为比较好的这个特效呢作为一个模板，那么下次你在做类似的这个特效的时候呢，直接一键调用。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界面的一些个功能。那首先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对应的备注名，这个备注名是仅用来观察，并不会影响到这个预制体本身。比如说我把它起名为通用场景、通用特效场景好了。比如说有的技能它会有个单独的特效技能场景，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场景，有雪地场景或者草地场景等等，大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把它加入模板之中。然后是下雪特效，下雨特效，通用的 buff， 通用普攻刀光，通用普攻的刀光，特效的水面效果，通用的火焰，然后是雪花地面效果。当我们修改好备注名的时候，可以直接点击它的这个预制体缩略图，可以跳转到对应的位置，也可以点击定位，也可以通过右键，我们可以看到打开预制体，包括定位、修改备注名，排在最前，排在最后，这是修改它的位置啊。然后通过这个上下的箭头来控制它的排序，都可以。这些选项并不会对它原始的预制体有任何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是展示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当我们修改完成之后，点击保存特效模板列表，它会自动刷新。它会刷新什么呢？将会刷新右键。这是它的一个特效模板 VFX Template， 它会将特效模板窗口之中的这个所有的文件按照窗口之中的排序与备注名来进行生成对应的右键菜单。当我们点击对应菜单，它将会快速实例化对应的资源。当我们想做一些个火焰效果，之前有做过类似的通用火焰，我们可以直接拿过来改一改来用。那么通过这个工具呢，我们可以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避免重复劳动。同时呢，比如说当我想要去对它进行一个编辑，把常用的放在前面，不常用的放在下面，把不常用的排在最后，然后把一些个压根不用的进行一个删除。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数量发生了变化，现在变成6个。
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要点击保存特效模板列表，它会再次刷新右键菜单。好，那这个时候呢，又变成新的右键菜单了。同样，我们可以进行一键实例化，根据实际的需要去创建。如果说我们在制作特效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奇怪特效，里面有一些很多的预制体，我们可以选择它，然后这个时候再点击右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将会直接在里面来创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解包，把它作为一个投影效果，比如说地面有很多火焰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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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这是一个快速实现效果的这个特效模板功能。通过右键，我们可以一键快速调用相应的特效，而不用去翻找以前的资源，并且这个菜单呢是按照我们备注的这个预制体名称来进行显示，也不用担心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因为有的预制体它原本的名字就很奇怪，可能什么buff scale 1但实际上我们会调用一些它里面其中的某些元素，甚至说我们可以专门创建一个文件夹，这个文件夹里面专门放置一些通用的效果，这样都可以，或者说是直接把以前的一些技能做成一个技能参照，放在这个右键菜单之中，都可以。那么这是特效模板管理器的使用方法。接下来我们讲解材质球的冗余数据清理工具。它的工具位置是在于这儿。那我们先讲解一下什么是材质球的冗余数据。其实，它不能完全算是冗余数据，可以理解成是Unity 自身的一个设定。它是历史记录，就是当我们去修改、调整材质球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记录你之前的一些操作，比如说设置了哪些 shader， 引用了哪些的贴图。当你改到最后的时候呢，虽然说你当前只用了这个 shader 和这个材质球，但是它仍然会在这个它的对应的点 meta 文件里面记录之前的一些引用信息。但是对我们这种美术而言，它的之前的这个引用信息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那比如说当前这个材质球，它其实是有之前的一些个历史记录信息的。我们点击右键，点击导出 package， 看到它的关联信息之中包含除了材质球和它真正应用的这个 texture 01之外，又额外使用到了 texture 2345和 trail texture， 多了5张贴图。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是因为在之前它有引用过其他贴图，只不过是后来不再引用了。但是 Unity 在它的点 meta 文件里面仍然记录了它历史记录引用的这些信息，仍然被记录了下来。无论是您通过右键导出 package， 还是通过这个资源引用查找器来进行查找，都可以发现它的这个历史引用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直接就用这个资源引用查找器来进行查找引用链的时候，会发现它有6个引用，除了真正使用的这个 texture 01之外，还有 trail texture 和2345这些个贴图，和我们右键导出看到的这个信息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多余的这个信息呢？是因为之前在改动调整这个材质球的时候有用到过。那比如说我当前把它切换为之前设置的像，我之前是把它设置为了 Skybox， 会发现当我们把它切换为之前的 shader， 它会自动加载之前引用过的材质球信息，而这些之前引用的 shader 和之前引用的贴图名都被记录在了材质球的 meta 文件里面，但是我们实际上是不太需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清理
这个材质球的历史记录，使它的引用保持在当前的引用关系，历史记录不再显示。那么当前它只引用了 text01， 我不希望显示它的历史记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中一个或者是任何多个的批量选择都可以，然后点击材质球冗余数据进行拖拽，或者是选择之后点击添加选中材质球都可以。这时候我们点击清理冗余数据，点击它会显示材质球清理完成。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点击右键导出 package， 点击勾选这个是导出引用关联信息，它就只有一个 text01 而没有其他的资源了，它会变得非常的纯净。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资源引用查找器看一下，点击查找引用链，也是只有这一张贴图，它在 New Material 5的 Min Texture 使用了这张贴图。那么这个工具呢，不但支持单个，也可以支持多个，它仅允许你加入材质球的资源。那比如说你可以同时选择很多的文件夹，然后直接 Ctrl+A， 然后点击添加选中的材质球，它仅会将材质球属性类型的文件加入。这时候再点击清理冗余数据，它就可以批量化的替你进行一个冗余数据的清理操作。好，那么就是该工具的介绍。接下来讲材质球渲染队列设置工具。那么我们打开对应窗口，然后呢，我们可以点击选择添加选中的材质球，或者是拖拽加入都可以。我们可以在当前的队列之中查看到当前的这个材质球以及当前材质球的 RenderQ 的数值。我们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资源，也可以对它相应的资源进行一个移除等等。比如说当前它的资源都是我看一下有的是2000，有的是3000，可以看到这两个是2000，这是3000。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将它统一设置为一个我们所自定义的数值。它原本有4种模式，比如说是 From Shader 或者 Alpha Test、Transparent 等等。我们也可以设置为一个自定义的队列数值。比如说我希望把所有的都设置为2000，我们点击应用渲染队列设置，点击。那么现在它所有的这个 RenderQ 都被设置为了2000。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还可以把它设置为其他，比如说设置为这个什么 Transparent， 它就会变成3000。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选择需要设置的模式，或者是设置一个自定义的数值都可以。那么这个是材质球渲染队列设置工具的简单使用方法。接下来是材质球自动从命名工具。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将设定的材质球单个或多个批量化的进行自动从命名。它的从命名规则是前缀加 shader 名加贴图名称。如果说有多张贴图的话，它会按照其属性顺序来进行排列。如果某一个属性它的贴图为空白，那么它会显示为 none。举个例子，当前我们先打开整合窗口，点开它的材质球自动从命名工具，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要操作的材质球，设置一个自定义的前缀，它在这儿会显示对应的材质球数量，可以是任意的数量。我们点击重命名，选中材质球，它将会迅速的将材质球来进行一个重命名。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它的重命名称，第一个是前缀加 shader 名 mobile diffuse 一一对应，然后是贴图 texture 037，看是一样的。那么第二个是前缀加 shader 名加贴图名，然后第三个呢，特意找了一个有多张贴图属性的材质球，它的前缀
以及它的 shader 名一一对应，并且第一张为空白，它会显示为 none。第二个是 texture 009，可以看一下，第二个是 texture 009，它的顺序与属性顺序完全一致，数量一致。如果说没有贴图，它会显示为 none。这样的话，通过该命名工具会有一点好处，就是当以后这个材质球引用丢失，或者说是出现一些个关联错误，甚至说完全变成紫色，它不显示 shader 了，或者是不显示贴图了，都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名称反向的将其设置为正确的原本的属性参数。那么无论这个material 是因为一些个引擎更换版本了，或者是版本迁移啊等等问题，进行了那个引用的丢失，无论是丢失什么内容，通过该工具我们都可以非常迅速、快速的找回它丢失的内容。那么这是该工具的一个核心作用点。那么如果说你希望将其直接对应为某一个技能的话，那可以直接将这个前缀设置为对应的技能名称。那比如说我将其设置为 x101 skill 2为前缀，这些呢是 x101 skill 2的对应材质球。我们点击重名，我们通过它的这个材质球名称就可以知道它是哪个技能用的，然后用的哪些个 shader 和贴图，非常的一目了然。即使说后期它的引用丢失，也可以通过该工具非常迅速的找回。好，那么这是材质球自动重命名工具，它的命名规则以及使用方法在窗口之中都可以看到。下面是场景自动备份工具，它的位置是在这儿。我们在日常制作的时候，比如说在当前的场景之中加入一些个模型啊、动画呀，或者说是修改粒子系统的参数啊等等。如果制作习惯不好的话，比如说没有去及时的保存，或者说是电脑重启啦，或者说是Unity死机啦，或者甚至可能是断电啦等等情况，可能会丢失我们所修改的内容。通过该工具，可以在后台静谧、没有任何存在感的情况下，帮你偷偷的去备份一份你正在编辑的资源，并且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资源的命名和设置保存的时间，方便你后面去查找和恢复备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它的设置选项呢，其中包含可以设置一个备份的路径，以及是否开启该功能，或者是立即开始备份，打开备份路径，打开备份目录和清除所有的备份文件。那么我们可以自定义任何一个 Unity 的文件夹作为一个备份的存放路径，它默认也会显示一个默认的路径。我们可以设置具体的备份时间间隔和最大的备份数量。设置为30的时候，就是它会每30分钟默默的帮你另存一份资源。而最大备份数量是它会在这个你设置的备份路径之中最大存储的备份数量。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它并不会对你当前制作的场景有任何的影响，它不会帮你保存当前的场景，因为这也是恰恰我们所需要的。比如说我们正在做任何操作，我们其实不希望保存当前我们正在操作的场景，而是希望它静谧的另存一份，而不会对当前的场景有任何的修改和改变。那么这可能是我需要的。那比如说当前我去设置最大的备份间隔是30，最大备份数量是25，然后就用它默认的这个备份路径，我点击开始备份，它会显示这个下次备份的时间，它会有个这个什么后台的倒计时，即使关闭也不影响，即使关闭它仍然会在到了时间之后帮你自动备份。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打开，
去查看它的那个倒计时。我们也可以先点击停止备份，然后开始备份，就是打开和关闭自动备份的功能。当我们点击立即备份场景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前这个场景是并没有进行保存的。我们点击立即备份当前场景，点击一下，当前场景仍然没有被保存，也没有任何的修改，而是创建了一个新的路径。它会把当前正在编辑的场景的名字和具体的日期，比如说上面写的2025年8月16号9点24分23秒，它把它的那个场景的名字和精确到秒的时间作为一个另存的场景而保存。比如说当前突然之间你的 Unity 死机了啊，或者说是某种原因啊，或者电脑死机啊，或者说是你可能直接忘记保存了，那么你可以直接找到这个 Time Since， 当然也可以设置为任何自定义的路径，找到对应时间下的对应资源，可以快速回退到对应时间段之内你的修改内容，并且呢不会对你正在修改的场景有任何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在制作一些特效的时候，有一些场景，比如说UI 编辑的一些场景，或者说是一些技能编辑的场景，我们是不希望去老是去保存，甚至我们可能就是希望它是默认的效果，不希望保存。那么该功能就可以帮助你在不影响当前任何场景的情况之下，而静谧的去帮你去存储一个新的备份场景。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当前我将它的最大备份数量设置为5，把它的间隔设置为1分钟，它会自动生成这个文件。我们可以继续等一下啊，50、49、48，等它到了这个时间之后呢，它会帮我们就是静谧在后台静悄悄的把当前场景备份一份，大概还有个35秒，我们可以把它关闭，不会有任何影响，它仍然会帮我们进行操作。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是你去进行什么修改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之类的啊，都无所谓。我们可以静静的等待，估计还有20几秒，它就会帮我们自动把新的这个内容再次保存。这时候你可以任意的去编辑或什么什么的，看到了时间之后，它会自动另存一份，并且并不会你正在编辑的内容做任何的调整，也不会帮你保存当前你正在操作的场景，就这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我把它设置成60分钟啊，然后设置为100个，那其实是直接可以满足1周多的备份数量。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比如说我正在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大概要做个2周时间，那某一天突然那个策划跟你说，我觉得你现在做的东西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希望就用那个上周星期2的版本。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个路径，找到它对应的上周2的那个版本，甚至可能找到对应上周星期2比如说8点钟版本、9点钟版本，甚至是可能中午12点版本，就任何时间的版本都可以快速的去找到，回退到对应的版本。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有用的功能。好，以上是关于场景自动备份工具的介绍。接下来讲的是动画帧编辑工具。首先我们打开整合窗口，找到动画帧编辑工具。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将单个或多个动画片段进行批量的处理，分别是可以执行添加帧或者是移除帧。然后呢执行位置可以设置为从起始位置开始添加，从起始位置开始移除，或者说从结束帧开始添加，从结束帧开始移除。那么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前它是一个动画片段，
是 Take001，然后其余呢都有类似的动画片段，然后这些动画片段呢是在同一个特效预制体之中，然后现在有要求，然后需要将整个特效延后大概个0.3秒，然后呢粒子特效部分我们可以用粒子系统批量修改来进行操作，但是动画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该工具来进行操作。比如说我可以将以上这些动画片段拖入到动画帧编辑工具，然后设置为它当前动画的帧率，比如当前动画帧率是30，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修改，然后我需要在起始位置增加帧数是10帧。那我们设置完成之后，我们点击我们可以先看现在的效果是这样，然后点击执行操作，它会在非常快速的时间之内将我们所设置的这8个动画片段都去添加10个空白帧，我们可以任意点击一个。那么该工具呢适用于那种复杂的动画片段，因为当前动画片段并不是特别复杂。如果是那种很复杂的动画片段的话，如果你的电脑配置不是特别好，通过手拖的话，经常可能会拖错数量，可能是你想精确的拖为10帧、20帧就比较麻烦，并且又不能批量操作。那么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自定义在它的起始帧增加帧，或者是直接删除一些帧，比如说从它的起始帧开始，然后把它移除10帧，然后我们用它的这个 Take001 为例，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从起始帧开始移除10帧的操作，点击执行，它会在瞬间完成。我们点击看一下，发现它之前的那些个空白帧已经被删除了，刚好移除了10帧。那么动画片段数量越多，动画片段越复杂，那么该工具将会越高效，避免我们手动拖出现的一些个帧数不准确等情况。好，那么这是动画帧编辑工具的使用方法。接下来讲解的是动态链接工具。那么通过动态链接工具呢，我们可以将任意的2个物体或者是多个物体互相连接，它的效果有点近似于 Unity自带的这个 LAN， 但是我们实际在日常工作的时候很少会用到这个 LAN Render 的这个工具，是因为它的整体表现是一个无法通过特效动态控制这个位置点变化，所以说大家很少有用到。但是通过这个工具呢，它将会自动帮我们生成这个坐标以及坐标点，可以实现一些个比较有趣的效果，比如说能量输出，做一些个材质的流动啊，或者是做一些闪电链接，都可以用这个工具。那么具体如何实现呢？很简单，我先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好了。当前我们做一些个盒子，就比如说是3个吧。现在呢，我希望将这3个盒子相互连接，通过一根 LAN Render 来进行实现。那么应该如何操作呢？很简单，我们可以选择任意一个对象，然后点击搜索鲸鱼，搜索线性连接 LAN Collector， 搜索完成之后，会发现它会自动加入这个 LAN Render， 这是 Unity 系统自带的 LAN Render。我们先不用管，我们看它另外一个选项是这个选项。我们可以设置它的定位点的数量，那么当前是3个对象，我就把它定位点设置成3个，然后把需要连接的对象位置拖入到元素之上。当前我设置成3个元素，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设置它的连接宽度。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去移动对象的时候呢，发现它会自动的跟着变化。那么大家也不用去担心性能问题，因为它用的是
Unity 默认自带的 Line Render， 只不过是通过这个工具帮助我们去定位到具体的位置。那么它的材质仍然受到 Line Render 的选项的影响。我们同时可以创建一个属于它自己的连线材质，把它放在 Line Render 的材质球选项之中，这都是 Unity 自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材质效果，无论是能量纹理流动或者是闪电或者等等都可以，可以实现它默认无法实现的一些效果。功能性非常简单，可以增加点或者是减少点，只需要去拖动修改位置即可。比如当前我把它设成4个，我只需要把第4个位置进行加入，它就会产生新的链接，非常简单非常便捷的一个功能。好，那么这就是 Line Render 动态链接工具的一个使用。接下来是截图工具，打开整合窗口，点击截图工具。截图工具其实有2种模式，一种是当你设置为比例的时候，它会根据当前 GIMP 视图的尺寸，如果是小的，它将会截取小尺寸；当是大的，它会截取大尺寸。它会自动的去判断你当前的这个分辨率是多少。如果说设置为分辨率模式，那么它将会直接输出你所设定的这个分辨率尺寸，无论你的当前 GIMP 视窗设置的多小，它都会按照你所设置的这个分辨率来进行输出。一种是固定的分辨率，它会按照你设置的分辨率；另外一种呢是按照设置的比例，那么它会根据你当前窗口缩放的情况来输出不同的截图。那么该工具呢可以完美支持后效，也就是说它截取的效果和最终游戏之中的效果是完全一致的。好，它的界面之中有2个选项，一个是点击开始截取屏幕，另外一个是打开截图文件夹。那么首先我们点击截取屏幕，上面会显示它截图已经保存在了周边文件夹的 Screenshot 文件夹之内。我们可以点击打开截图文件夹，它将会打开对应的文件夹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截取的这张图像，因为当前它是一个缩放模式嘛，我们可以把这个屏幕缩得很小。我们再次点击截取，然后点击打开，我们可以看到新截取的图像明显是很小的，比刚才第一次要小，是因为我们刚才这样拖拽缩放了屏幕。如果我们再次缩放，再次点击截取，可以看到它变得更小了，因为当前它是按比例的模式，比例模式它会按照正常窗口缩放值来进行截取屏幕。如果说是我们把它设置为固定的分辨率，比如说1920乘以1080，我们点击截取屏幕，再次打开，可以看到它的尺寸变成了1920乘以1080。即使说我们把它缩放的很小，再次点击截取屏幕，打开，它的尺寸仍然是1920乘以1080。不过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不需要去打开这个截取工具的窗口的，因为它有快捷键，它的默认快捷键是在这儿 ，Ctrl+Shift 加 Z，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快捷键来进行截取屏幕。比如说当前我可以设置一个新的分辨率，比如说2560乘以1440，这时候我把它进行一个 Ctrl+Shift 加 Z， 它会进行一个屏幕的截取。我们打开，点击查看，它的分辨率就是2560乘以1440。我们截取屏幕是完整的
设置分辨率的效果，并且支持后效。那么我们之后就可以通过快捷键随意的去截取，而不用再次的去缩放调整屏幕来进行截图。因为该工具可以支持，哪怕是说我们在其他位置我们把这个英语视图调得很小，它仍然会按照当前所设置的分辨率，比如说设置成4K 3840，这时候我点击快捷键 Ctrl+Shift+Z， 再次点开，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新截取的3840×2160。那么这是一个截图工具的使用方法，它支持窗口使用以及快捷键使用。接下来是添加或移除历史系统空白组件。首先我们打开对应的窗口，这个窗口的内容非常简单，一个是生效范围是否应用到子承级。当你勾选之后呢，除了选中对象之外，选中对象其内部所有的子承级都会受到该工具的影响。那么有2个按钮，分别是添加历史系统空白组件和移除历史系统空白组件。那么一般该工具建议使用独立的窗口来进行操作，它的窗口位于这儿。我们点开它独立窗口，把整个窗口关闭，拖拽到一个窗口的位置。我们来进行一个测试。首先呢，我们创作一个任意的一个对象，然后我们如果说未开启应用到子承级，点击添加历史系统空白组件，它会添加一个所有模块都会关闭的一个历史性组件，但是其内部不受任何的影响。如果说我们点击应用到子承级，再次点击添加历史系统空白组件，除了选正承级之外，它的子对象同样也会新增一个空白的组件。如果说它的内部组件有一些个历史系统是一个生效的历史系统，那么我先把它原来的历史系统组件进行移除，点击应用到子承级移除，那么它将会把刚才所添加的组件都进行移除，但是呢，它原本生效的组件不会做任何的修改。同样，如果点击添加历史系统空白组件，它仅会对没有历史系统的承级添加，而对原来已经存在的历史系统的承级不做任何的影响。那么通过该工具，无论是添加历史系统空白组件还是移除历史系统空白组件，都不会对原本已经存在的生效的历史系统组件产生任何的影响和改变。那么当前可以是通过这个菜单来对场景之中的对象来进行操作。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同样也可以对工程之中的预知体生效。那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很多的特效文件或者是特效预知体等等，我希望在它的最外层添加一个历史系统组件，我们可以直接在工程之中选择预知体，然后点击添加空白组件，它将会在最外层，仅仅在选择对象最外层添加这个空白的组件。同样，我们如果说勾选应用到子承级，添加历史系统空白组件，它除了在最外层之外，在其所有的子承级也会添加这个历史系统的空白组件。同样，我们选择对象，点击应用到子承级，点击移除历史系统空白组件，它将会把所有像这种模块都关闭的未生效组件来进行移除，而对它自身存在的已经生效的组件不做任何的影响，并且该移除命令可以自动判断当前的历史系统是否正在生效，是否有用。它会有很多的判断条件来判断它是否是一个真正有效的历史系统。那么该工具的窗口既可以在场景之中操作，也可以直接选择预知体来进行操作。那么除了使用该工具窗口操作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直接点击它的鼠标右键，其实默认应该是开启的啊，是创建默认历史系统，创建空白历史系统，
添加空白历史系统组件和移除历史系统空白组件，默认是应该是有右键菜单的。如果说未开启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承袭视图右键菜单开启和关闭，我们点击开启就可以了，默认就是开启的啊。比如说第一个是创建默认历史系统，它会创建一个默认的历史系统，与我们在 Effect 下点击系统默认自带的这个菜单效果是一样的。当我们点击创建空白历史系统的时候呢，它会创建一个所有模块都是关闭的历史系统。创建默认，创建空白，添加空白历史系统组件。当我们点击之后，会发现它有提示，请先选择一个对象执行操作。那么比如说我先创建一些个空白对象，就是它没有任何的东西的 GIMP object， 然后呢，我希望它们统一添加一个空白的历史系统组件。这时候我们可以添加组件，然后右键移除空白组件。那么这4个是我们自定义的菜单，一个是创建默认历史系统，创建空白历史系统，添加空白历史系统组件和移除空白历史系统组件。如果说你选择对象之中自带有生效的历史系统，比如当前它是有一些生效的历史系统，也被我们选中了。然后这些的话，我们同样一起点击添加空白历史系统组件，原本没有的会加入，原本生效的不做任何改变，并且当我们选择所有，点击右键移除空白历史系统组件，之前全都是空白的未生效的那个组件会被自动移除，而生效的不做任何改变。它会做一个智能的条件筛选判断，把未生效的会帮你自动移除，生效的会保留。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和窗口菜单两个结合起来使用，既可以在场景之中快速编辑，也可以在工程 Project 面板之中选择预制体快速操作。好，那么这就是以上功能的介绍。哈喽，大家好，我是鲸鱼。那本节课讲的是历史系统参数批量修改工具的介绍。那首先呢，我们通过菜单栏打开这个工具窗口。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打开窗口之后并非是中文界面，可以通过语言设置选项来切换对应的语言。切换为语言之后，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比如说当前有一个特效，当前特效它的不同层级的不同 start delay 的数值是不相同的。比如说当前第一个是数值0，第二个是1，然后2、3、4、5，也比较符合我们在日常做特效的时候的一种情况，因为每个特效它的其中预制体制内不可能所有的历史系统它的 start delay 都是相同的，可能会做一些延迟的时间，或者是一些个消亡效果，所以说它的 start delay 时间是不相同的。那么如果说我们需要这个时候对整体或者是某一部分希望对它做一个延后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工具。当然了，不仅仅是控制影响它的 start delay， 也可以修改绝大部分我们历史系统的这些参数，不仅仅是 start delay 啊，比如说起始的速度，或者是自身寿命、持续播放时间、开始时期的大小、重力等等等等，这些参数都可以批量的修改。那么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直接批量选择它，会发现它的这个 start delay 是无法进行修改的，尤其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我先把它进行一个解包，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层级，比如说一些个空对象等等。那么这个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界面，或者说是哪怕是说你选择的所有层级都是历史系统，那么如果说它的数值不统一的话，就会变成这种情况。我们在希望保有它原有数值的情况下，对它原有数值进行一个统一的加减乘除，那么可以用这个工具，比如说start delay。第一个选项是设置
设置一个统一的数值，第二个是在原有数值之上来进行相加，在原有数值之上来进行相减，和在原有数值之上来进行相乘。因为在数学上来讲，乘法跟除法是完全相同的，其实加法跟减法也是相同，只不过是减法比较常用，除法不太常用，所以说在这儿直接就用乘法来进行计算。比如说你希望除以2，直接乘以 0.25 就可以了。那么比如说当前第一个 start delay 是0、1、2、3、4、5，它的每一乘级 start delay 是不同的。以这个数值为例，我们可以用2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选择我们需要修改的对象，或者说是一起批量选择，直接选择它的副对象，然后点击应用到子乘级。那么在这里面会显示受到影响的粒子系统的具体数量。那么如果说你不勾选应用到子乘级的话，将会只影响选中乘级；勾选的话，将会影响到其子乘级。那么如果说只对某一些乘级，比如这些乘级来进行修改，那么就不需要去勾选子乘级。如果说希望对它整体来进行修改，那就勾选它。那么在这儿我就以整体修改为例。首先我点开它，然后选择 Start Delay， 把它设置为相加模式，相加为1，点击应用。这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本来为0的数值现在变成了1，1的数值变成了2，2变成了3，3变成了4，4变成了5，5变成了6。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怕选择到了其他类型的对象，选中了对操作也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必要非得去选择粒子系统，哪怕是说有一些乘级它不是粒子系统，它可能是模型或者什么的，被选到了也没关系，它会自动跳过非粒子系统的对象，也可以正常的操作，是没有任何影响的。那么除了 Start Delay 之外，还支持其他的模式。同时呢，不仅仅支持这种单数值模式，无论是单数值还是双数值随机，或者是单曲线或者是双曲线，都可以完美的支持，就不用担心不能生效。那么这是在场景之内选择并修改。除此之外，比如说当前工程之中有很多的预制体，我们有一个新的规范要求，比如当前我们看一下它的最大发射数量是99，这时候我们希望这一批的资源它最大发射数量只能是50，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它的副层级，勾选应用到子乘级，然后找到最大粒子数量，我们把它设置为50，然后点击应用。好，这个时候已经操作完成，点击图在，然后点开看看它的最大粒子数量就被限制为了50，非常的便捷和方便。既可以在场景之中选择来进行修改，也可以直接选择预制体来进行操作和修改。不但支持数值、单数值、双数值随机、单曲线和双曲线，各种模式都能够支持，并且你在选择的时候，哪怕说选择的之中选择到了一些其他对象，也不受影响，也可以正常的批量的去修改参数。如果说有一些制作的需求，比如说我们需要有个要求，所有的预制体都需要去关闭碰撞，那么现在比如说这个碰撞选项为关，然后点击应用，那么默认所有的都是关的。如果说需要统一开启某个选项，点击开启，点击应用，会发现所有的预制体及其内部需要勾选这个应用到子乘级及其内部的这个对应的模块都被开启，也可以进行一个关闭。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做特效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习惯用 timeline， 而用 timeline 去播放一个特效预制体的时候，其内部粒子系统的随机总值数将会被设置为固定数值。这个数值给大家演示一下，随机总值数值。如果说当你用 timeline 进行编辑之后呢，它的随机总值的数值会变成一个固定数。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希望每次播放都是不同的效果。那这时候没关系，
你可以在最后制作完成之后，需要对其修改的这个对象，然后选择这些对应的对象，然后点击随机种子树，点击开启，然后点击应用，它就会将其内部所有的粒子系统这个随机种子树来进行开启，当然也可以对它进行统一的关闭。我现在对它统一的关闭，好，执行好，随便拉一个点开，会发现，哎，它的这个随机种子树被关闭了。统一的选择，然后希望的开启，点击随机种子树，点击应用，会发现，哎，就会又被开启了。完全是可以根据你的自身需要，无论是模块、参数开关还是模式切换选项，比如说设置它的这个缩放模式啊、实体坐标模式啊、粒子大小啊、寿命啊，或者是发射的速度等等，所有参数都可以自定义，统一在原数值基础之上来进行加减乘，非常的方便和便捷，这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功能。接下来是粒子系统拓展功能，该功能非常简单。当你安装本工具之后，点击任何的粒子系统，在它的粒子系统最上方会看到一些个快捷菜单，那么默认会显示重置、位移旋转缩放以及是否开启和关闭自定义数据。那顾名思义，我们点击重置、位移旋转缩放的时候，它对应属性会被还原为默认。比如说点击位置，它将位置设置为000，点击旋转时，旋转变为000，点击缩放的时候，缩放变为111。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点击任何的快捷菜单。然后下面也是比较常用的是自定义数据的开启与关闭。当我们去使用粒子系统材质球去调用它材质球的一些参数的时候，需要开启 custom data， 也就是自定义数据，往往需要我们手动去一个一个的去设置，需要手动去开启模块，然后手动的去点击启用，并且添加对应的这个数据流。那么一个一个去添加比较麻烦，而且添加完成之后，如果说我们后续又不希望去使用它对应的 custom data 功能的时候呢，又需要一个一个去关闭，这样比较麻烦。我们通过这个自定义数据的开启与关闭功能，可以让我们一键的启用和关闭。那么比如说我当前创建一个默认的粒子系统，我点击自定义数据开启，当前是还没有开启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参数，现在是没有开启，点击开启，它会自动开启它的 custom data 的相应的数值，以及自动添加它需要添加的这个 custom data 的相关的数据流。就您不需要再挨个的手动添加对应的数据了，也不需要去点击切换模式，一键开启。当我们点击关闭的时候，同样它可以一键关闭相应的数据，并且把相应的这个数据流还原为默认，并且将它关闭。非常简单，就是默认是如此，没有任何修改。点击开启，它会自动开启；点击关闭，它将会还原为默认状态。好，那么这是上面最开始的几个简单的数据。点击展开按钮，可以看到它的一些个展开功能。那么首先是清空数据，清空粒子系统的材质球，清空脱尾的材质球，因为本身它粒子系统只能有两种材质球嘛，一个是粒子系统材质球，一个就是脱尾系统的一个材质球。那么第三个是清空粒子系统所调用的网格体。那么如果说你本身有调用一个网格体的话，可以通过点击清空数据网格体，它将会对网格体来进行一个快速的清空，清空粒子材质、清空脱尾材质和清空网格体。然后脱尾功能它有几种功能，那么先看第一种。第一种是独立脱尾，其实就是默认的功能，非常简单。第二种是共用脱尾，那么第三种是动态脱尾。那么前两种
其实就是系统默认的方式，非常容易理解，就是和系统系统默认的这个 particle 和条带类型的拖尾是相同的，那就不再赘述。那我们主要讲第三种，点击动态拖尾之后，我刚才在默认立体系统创建完成之后，点击了动态拖尾，然后我点击运行拖拽，点击播放，然后移动当前的立体系统，它会产生对应的拖尾效果。那么我们比如说以后需要制作一个武器拖尾，或者说是任何一个道具的移动拖尾效果，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繁琐的去设置参数，直接需要创建一个默认的立体系统，然后点击动态拖尾，然后就可以了。把这个拖尾呢放在你需要产生拖尾的对象之上，就可以产生对应的这个移动动态拖尾的效果。然后下一个按钮是一键优化，它会自动设置当前立体系统进行优化。那么其中有一些设置项，比如说把它的最大立体系统数量降低，然后调节它的这个说话模式，然后调节它的这个最大的尺寸大小等等等等，它会将当前立体系统保证为移动状态下可使用的一种模式，一键优化。然后是粒子排序功能，它实际上和它自带的排序功能是相同的。那比如说在这儿，它本身也是有一个排序功能，分别是根据距离，然后旧的在前，新的在前，根据深度等等。那么只是把它粒子排序放在了一个比较快捷点击的方法。如果说你有需要，那么就需要对它进行点击，它会影响渲染排序。那么最后一个是立体系统的一些简单模板。那比如说当我们在创建立体系统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个比较通用的效果。那比如说我需要创建一个地面，那其实就是需要创建一个默认立体系统，然后去立体数量设置为1，然后数量设置为1，然后把它的这个速度为0，然后改为一个不需要朝向的固定朝向模式。那么通过这种快捷的基础模板呢，可以让我们一键直接实现对应的效果，而不需要去繁琐的调节。那比如说我现在新建了一个立体系统，我点击地面，然后重播，看到这就是一个默认的地面的立体系统，不需要手动去调节效果。然后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做另外一个，我想做一个光晕，点击光晕，播放，这就是单个立体系统光晕的效果。那么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不同的模式。那还有继续是它的飞溅，在制作一些爆炸效果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四面飞溅的效果，这些都是它基础的模式。那么最后一个是它的飞溅环形，方便制作一些地面飞溅的烟尘等等效果。那么通过该立体系统扩展工具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去达成一些效果，把一些效果形成预制来供我们去使用。好，那么这是立体系统拓展工具。该工具呢可以通过菜单来进行开启与关闭。如果说你需要对它进行关闭的话，就点击 Disable， 它默认就会对该功能进行关闭，你下次就再也看不到这个菜单了。如果说你希望开启，那就点击开启功能，默认是收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设置它的这个根据需求来进行点击。好，那么这是立体系统拓展功能。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立体系统连线工具。那么通过这个工具呢，我们可以让立体系统的每粒子之间来产生连线的效果。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演示，大概就是说像这种粒子与粒子之间来生成一根线，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设置来实现不同的效果。那比如说可以实现星座或者说是一些个科技感的背景等等不同的效果。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 Demo Scenes， 在演示场景之中有一个现成的简单案例，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发射体形状为 cube 的一个粒子系统，给它添加了一个这个组件。我们也可以创建粒子系统之后手动添加这个组件，都是一样，都是可以的是这个 Particle Collector。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哪些具体的选项。第一个是最大连接距离，设置为1，指的是当两颗粒子它的连接距离为单位1及单位1以内的时候，将会产生连线。当我们把这个数值加大，会发现粒子的连线增多了，因为它最大连接距离增加了，它将会与更远距离的粒子来产生连接。这是最大连接距离。第二个是最大连接数量。当设置为1的时候，即使说最大连接距离再大，它每次也只会产生一根连线，而不会与更远的粒子来产生连接。如果说我们将最大连接数量和最大连接距离都设置的很大，那么会发现它与每一颗粒子都产生了连接，效果就变成了一大团儿。这个往往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调整它的最大连接距离和最大连接数量。该工具呢，它默认是优先与近距离的粒子来产生连接。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设置它的最大连接距离、最大连接数量。然后下一个选项是它的连线材质，也就是产生的这个直线型网格体的材质球，我们可以设置为任意的材质球，支持辉光和任意的渲染管线。比如说当前是一个非常简单默认的粒子材质，我们既可以通过这个 Line Color 来设置颜色，同时也可以通过材质球来进行设置。可以在这儿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辉光，因为当前并没有加后效，所以说看不到那个辉光效果。既可以通过 Line Color 来进行实现辉光修改颜色，也可以通过材质球设置一个具体的材质。比如说你可以制作一些个闪电连接或者是 UV 流动连接等等。而粒子系统自身的材质仍然受到它自身的 Render 这个材质球的选项，你可以设置粒子系统是一个材质，而连线是另外一个材质，都可以。然后呢，是设置它的连线的宽度，这个宽度可以设置的很细，也可以设置的很宽，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抉择。比如说我设置宽一点，然后把它做一个闪电的连线效果，也可以做成比如说一个扭动的 UV 流动效果，它就会有不同的感觉，设置不同的宽度。然后是开启它的预览，就是在编辑模式下是否要预览。那比如说我当前把它进行关闭，对点击播放，会发现我们无法看到这个连线效果了，是因为在这个选项之中并没有开启在编辑时预览。编辑模式是指非运行模式，点击之后它将会在编辑模式下预览最终效果，这就可以让我们并不需要运行 Unity 就可以看到最终的效果。然后这个数值呢，可以看到最大的预览线的数量，这个1000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值了，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修改，有点像是粒子系统里面那个最大粒子数。然后下一个选项是它在编辑模式下的更新间隔，0的话就是实时更新，如果设置为1的话就是1秒更新一次。那么这个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进行抉择，默认情况下为0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个选项的话是粒子状态，有一个选项是隐藏没有连接的粒子。那么这个选项呢，它可以让这些个在边边角角并没有与其他粒子相连接的这个粒子呢进行一个隐藏。我们可以进行勾选，会发现消失了，所有没有连接线的粒子都会被隐藏。如果说你不希望有这个单个的粒子在边上飘的，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工具的该选项来进行控制。那么这个工具呢，它可以实现让粒子与粒子之间生成一个直线型网格，并且呢，粒子系统它本身的材质和本身的大小仍然受它自身的属性所影响。就是我们可以单独来控制粒子系统的材质和连线的材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组合方式来实现各种不一样的效果。好，那么这就是关于粒子连线组件的一个介绍和教学。接下来是批量重命名工具，这个工具很常用，使用频率非常频繁。我们打开窗口，点击批量重命名工具，它有3种模式，一种是统一重命名，一种是按类型重命名，第3种是增加或者是移除替换关键字。我们先看第一种，统一重命名。我们可以选择任意的对象，可以是文件夹，也可以是文本，也可以是模型材质、贴图等等，所有类型的文件都可以支持。那么这个过滤选项是指当你选择该选项的时候，它不会执行。那比如说我当前选择很多的内容，在选择内容之中它包含文件夹，那其实我不希望改文件夹的命名。当我不希望修改文件夹命名，但是我又把它选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跳过文件夹，也就是不对文件夹资源来进行重命名，这是这么个意思，默认是开启的。那么我们当前先通过预知题做一个简单的演示，比如当前我给它起名叫做 x101下划线 scale， 对它进行一个重命名。我们点击执行统一重命名的命令，那么它会将当前的所有预知体按照所设置的前缀名称自动的添加下划线和尾缀进行批量的重命名。那么这是第一种按照统一重命名的设置项来进行重命名，它会根据前缀和数字尾缀这种方式来进行命名。那么第二种是按照类型重命名，比如说同样我将它的这个前缀名称设置为 x101， 这个时候呢，我选择很多不同种类的资源，那其中包含比如说模型、贴图、材质球、动画等等。那么它将会按照自身的属性类型来进行增加关键词的分类。那么同样它有一些过滤选项，可以跳过 prefab 跳过动画文件和跳过文件夹，根据实际需要。那么在这儿的话，因为我当前没有选择文件夹，也不需要跳过，那么我就不跳过任何对象，按照类型进行重命名，点击执行。那么它将会按照当前文件的类型，比如说它前缀是 x101， 它贴图类型会变成 x101 texture， 然后编号。所有贴图都会按照前缀加类型加编号。模型同样也是前缀加类型加编号。贴图呢，它会按照 texture 来进行缩写，材质球会按照 mate 来进行缩写，动画的话它是按照 anime 来进行缩写，模型是 mode， 它会自动按照分类进行重命名，这也是比较非常常用的功能。比如说当我们做完之后，把它放在统一的一个文件夹，直接 Ctrl+A， 然后自动重命名，设置一个对应的编号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它是使用这种
叫动画控制器来进行控制的时候，它会自动添加一个编号，比如说是002和002-1，说明它俩呢是相互引用的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002，002-1引用的是002，这个001-1引用的是001，它们的首名字是相同，只不过是多加了一个尾缀作为区分。名字相同的说明它们之间是相互引用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来进行区分。无论任何类型都可以根据它自身的类别来进行一个重命名，这是按照类型重命名。然后第三种是增加、移除或替换关键字，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我们可以先试试这个吧。比如说我希望在当前这些预制题里面再加一个前缀，把它加成VFX 下划线作为它整体预制题的一个前缀。我们点击执行，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预制题在原来名字不变的前提之下增加了 VFX 下划线的前缀。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其他的资源，同样也是只需要选择设置前缀，点击执行就可以。除了前缀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个尾缀，比如说我统一设置一个尾缀叫 buff， 点击执行。前缀的话就是加在最前面，尾缀的话就是加在最后面。那么所有的预制题都会按照我们所自定义的后缀来增加一个自定义后缀。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插入文本，就是我们可以将任意的文本插入到我们指定的位置。比如说我们希望在我们指定的这个 VFX 下划线后面再插入一个词儿，比如说我们希望插入 hero 下划线，插入位置的话是从第4位开始插入，就是 V 是第1位，第2位、第3位、第4位，就是从下划线开始添加，1、2、3、4，第4位是从下划线开始添加，增加一个 hero 下划线，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需要添加的对象，点击执行。这时候呢，它将会在我们所设置的插入位置插入我们指定的文本。然后下一项呢是删除关键字，我们可以将当前的预制题里边某些我们不希望有的关键字来进行删除。比如说我希望把之前添加的这个 VFX 下划线hero 然后下划线，我希望把这些个前缀都删除。当然了，不仅仅是可以删除前面，中间的任意位置的，只要是在它预制题名称里面有这个关键字的，都可以进行一个删除。我们点击执行，它会自动变成x101，就去掉了我们所自定义的这个关键字。比如说我希望再次删除-skill 的关键字，点击执行。那么它将会把我们指定的这个关键字来进行删除，无论这关键字在预制题名称中哪一个位置都可以进行删除。删除、插入、增加尾缀、增加前缀等等。然后呢，最后一个是一个也是比较有用的功能，比如说当前它的这个编号是 VFX-AB001，我希望把这个关键字替换成另外一个关键字，替换成 X102，那么所有这个字将会变成 X102。那我们选择点击执行，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原来的这些关键字呢，都被自动替换为了 X102。我们可以将任何的你希望统一更改变换的输入关键字，然后替换为新的关键字，它们就像是那个 Visual Code，就是写代码一样，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替换。那么这是一个批量重名工具，也是我们日常用的比较频繁的一个工具。好，接下来讲摄像机同步控制器。打开菜单，位置在这儿。摄像机同步控制器，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完全匹配，另外一种是角度匹配。当你设置为角度匹配的时候呢，它仅会同步摄像机的位置和旋转属性。当设置为完全匹配的时候呢，将会同步摄像机的所有参数，包括 FOV、剪切距离等等。那我们可以以这个角度匹配为例。如果说当您设置为角度匹配模式的时候呢，它并不会对摄像机的参数，它自身的这个设置项做任何修改，而仅仅会对它的位移和旋转进行修改。通过该工具可以将场景的视角的显示内容与 GIMP 图内容同步。比如我们点击一键同步，它将会直接将两个视图的显示内容保持一致。因为当前是角度匹配，所以说看起来它的 FOV 会有所差别。如果说我们开启了完全匹配，会发现几乎完全相同，包括摄像机的FOV、剪接距离等等，它会尽可能的使编辑视图和 GIMP 视图的效果完全相同，并且它会自动识别当前场景的声效摄像机，哪怕当前场景里面有非常多的摄像机，它也可以识别到具体是哪一个是正在生效的。所以说并不需要去指定哪一个摄像机，它会自动判断。除了一键同步之外，还支持实时同步。当我们开启实时同步的时候，我们去在这编辑视图任意的去修改，在 GIMP 视图可以同步的变换。比如说我们在制作特效的时候，往往 Scenes 视图，也就是编辑视图之中会缺少一些个后处理效果，会让我们缺少对这个最终效果的判断。如果说希望当我们去观察和调整的时候，让各个视图、各个视角都能够清晰查看到效果，那么通过该工具呢，可以非常有效的去帮我们去查看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是摄像机同步控制器，并且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窗口关闭，功能是不受影响的，并不需要一直开的这个窗口啊，因为无论是你开和关，只要你开启之后，它都会自动去生效。只要你开启之后它会实时生效。如果说需要关闭，这个时候我们再找到刚才的这个窗口，点击关闭实时同步，它会从刚开始的运行中状态变为已停止状态，它就不会跟着动了。那么该功能在做特效，或者是在做一些个角色材质的设计，或者是绑定效果的查看，都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作用。它会显示当前的摄像机信息，当前正在使用哪一个摄像机，这个摄像机的深度值是多少，以及当前是哪种模式，是否开启了同步状态。好，那么这个是摄像机同步控制器的介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解收藏夹管理器。那么收藏夹管理器
如果想打开它的界面的话，是在整个窗口之中的这个位置。那么如何加入一个文件呢？我们可以选择对应的文件，选中之后点击添加选中对象，那么它就会被加入到这个收藏夹的列表之中。该收藏夹管理器可以支持 Unity 所支持的所有文件类型，包括场景文件、贴图文件、预制体文件、文本文件、代码文件等等等等。只要是 Unity 支持的文件类型，那么该收藏夹都可以支持对它进行一个加入收藏列表。那么其中也包含比如说动画文件、材质球文件shader 文件等等。它其实是有点像是Unity 自带的这个 favorite 这个功能，但是呢 Unity 自带的这个 favorite 只能支持文件夹，而不能支持其他类型。那当我们点击这个 favorite 的时候，也可以快速跳转到对应的位置，但是呢却无法去加入场景文件以及 prepare 文件或者是文本文件等等代码文件都是不能加入的，它只能加入文件夹类型。而这个收藏夹的管理器呢，可以支持任意的文件。那么我们可以在这儿进行统一的一个管理，无论是定位还是删除，或者是把它重新备注一个名称，显示成另外一个名称都可以。并且当你修改名称的时候呢，它不会对它预制体本身的名字有任何的影响，这是为了让你方便去观察它的内容，方便记忆。比如说当我们把这个预制体文件重新进行一个备注名，我们再找到它的定位，会发现它原本的名字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它只是供我们预览方便记忆的一个备注的一个效果，并不会对原始文件有任何的影响。那么其他类型文件同样也是如此。当我们需要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文件，比如说我收藏了一些图片，这些图片是我比较常用的，点击图片就可以快速的进行一个打开。我需要频繁的去编辑一些配置表，那比如说这是一个代码文件，那就可以快速的去修改这个我收藏的代码文件的这个内容，也可以去编辑一些文本文档或者说是打开这个，当我们点击用鼠标左键点击就可以快速打开这个对应的预制体，点击这个就缩略图本身就可以快速的打开，包括打开场景。现在是运行场景，当我们点击这个制作场景，它可以快速切换到制作场景。尤其是当我们在进行一个特效制作的时候呢，经常会有一些对应的场景，比如说技能设计的场景、UI 制作的场景，我们可以把这些场景呢加入到这个收藏夹之中，选中对应场景，然后点击添加选中的对象，然后当我们以后做完或者进行需要切换的时候，就不需要去找另外一个文件夹里面逐渐去翻这个场景在哪儿然后就是去翻，并不需要去翻找，而是可以通过统一的这个收藏夹去快速的切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太需要在这个整合窗口之中进行操作，因为它有独立的面板。比如说当前这是我一个正在工作，当我需要进行切换场景的时候，我们点击这儿，我的收藏夹，点击可以切换单列或者是双列，根据你内容的多少，如果是内容较多的话，就可以切换为双列。我需要切换场景，点击切换到制作场景，好，它会快速的切换到制作场景。当我们需要切换到运行场景，点击它就会快速切换到运行场景。需要编辑这个代码，然后编辑好之后，我们还可以直接点击这样的话就可以回到正常的工作。需要切换或者是使用某个东西的时候呢，点击我的收藏夹。我的收藏夹它的独立界面位置是位于这儿，点击之后就会产生独立的这个收藏夹窗口，我们可以把它放置在任何的位置。
任何放置可以把它放置在任何您需要就是有用方便的位置，方便于快速切换，可以是单列也可以双列。然后这样的话，无论是切换场景，或者是经常去编辑一些配置表，或者说是修改一些个贴图或者是快速跳转到某一些个文件夹等等等等。那么呢，我们也可以点击，就是在它每一列最左边，也就是黄色的这个上下箭头，通过点击黄色的上下箭头呢，我们可以切换它的上下排序，可以让它往上一位或者是往下一位。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点击对应图标的鼠标右键，然后通过右键菜单来进行设置。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它有一些右键的选项，包括打开、定位、备注名、排在最前和排在最后。我们可以将经常用的放在最前面，不常用的放在最后，完全不需要的就把它进行一个移除，根据你的个人需要，那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是收藏夹管理器的功能介绍。接下来我们讲特效改色工具。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快速批量化将一批特效预置体或者说是我们所设定的对象修改其颜色。那么它可以修改所有涉及到颜色的属性，包括粒子系统的所有 color 选项以及它使用的材质球，都可以修改为我们所期望的颜色。它并不是粗暴的设置为一个颜色，而是对每一个，比如说其中每一个颜色进行我们所设定的颜色的摄像、饱和度和明度的变化，从而得到一个非常科学自然的一个效果。那我以当前效果为例比如说当前有一大批的红色系，其中呢有很多颜色，其中包含比如说这种两种颜色随机渐变颜色和渐变块状颜色，然后包括从黄色到深红色，然后包括两个材质球，一个是粒子材质球，一个是脱轨材质球，并且都开启了 HDR。 那么像这种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特效，其中每一个都包含颜色，如果说希望对它整体进行改色，一个一个手动调会非常非常的耗时，并且如果说有一大批，可能有10几个、20几个，每一个都这么复杂，要一个一个调，真的是非常的浪费时间。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该工具，可以非常便捷的去调整这个特效的颜色。首先我们打开整合窗口，点击特效改色工具。首先第一栏是颜色调整参数，包括色相、饱和度和明度，它将作用于所有原来的颜色进行修改。然后呢，当我们修改之后呢，也可以点击重置参数来进行还原。然后下一项是原始颜色，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它原来的颜色，为了方便我们进行观察。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点击这个吸管工具对颜色进行拾取，这是它原本的颜色。当我们去调整它的色相、饱和度、明度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修改之后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去降低明度，它就会变黑，然后降低饱和度，它就会变得很白，这种变成淡色。然后可以修改它的色相，变成任何不同的颜色。我通过色相、饱和度、明度，基本上可以得到我们绝大部分的颜色，无论是深色还是浅色，还是各种色相都可以实现。那除了可以预览它的颜色变化之外呢，还增加了一个原始渐变供我们预览参考。然后下面呢会可以开启要修改哪些属性。那么以下这些属性呢是我们在立体系统之中所有的涉及颜色的属性。那么默认的话是全部开启。然后下一项是其他选项，第一项是包含子对象。那么当你开启之后，我们选择最上的层级进行执行操作的时候呢，它将会对本身层级及本身层级以下的所有的子对象都进行改色处理。当我们不开启的话，将会仅对所选择对象来进行影响。
比如说我如果选择这些，点击修改，那么它只会对我们所选择对象来进行修改。当我们开启了包含子对象，它将会对我们选择对象以及其子层级都进行修改。那么这是否开启子对象，然后下面是否去影响 materials， 因为本身这个粒子系统可能有两种材质球，一种是本身粒子的材质，一种是脱尾材质，它有两个不同的材质球。你可以开启是否去修改材质球，默认是开启，并且呢，默认同样会开启共用的材质球只修改一次，是指比如说当前有很多的粒子都使用了这个 trail 的材质球，那么它们之间共用的材质球只需要修改一次就可以了，默认是开启的。那么一般情况下，这里边的选项我们都不需要去动，可能唯一一个需要修改的就是是否要包含子对象，然后其他的保存默认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就以当前这个效果为例啊，比如说当前它的每一个涉及颜色的参数我都给它做了修改，整体来说它是一个红色系，但是呢其中又掺杂了一些其他的效果的变化，这也比较符合我们在日常操作的这种设计，因为日常特效之中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包含深色、浅色、黑色、白色以及一些个渐变过渡色，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然后呢，我希望把这批所有的这个特效都变为蓝色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工具。首先，我们可以去拾取颜色。除了拾取颜色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当前粒子系统使用的颜色复制过来，点击复制，然后点击粘贴，都是可以的。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无论是直接把颜色粘贴过来，还是直接拾取场景之中的颜色，都可以，要看你的个人需求吧。我的习惯是直接从场景之中拾取，然后呢，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它的颜色设置。比如说，当前我希望把它改成一个蓝色，如果饱和度降低，就会变成淡蓝，然后明度降低，将会变成那种偏黑色的。在这儿呢，我就只改它的色相好了。那么现在呢，简单调整一下效果。好，我们希望把整套从这种红色变成蓝色，我们也开启了包含子对象，点击它最上的这个层级。在修改之前，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截图，方便我们观察它的这个效果。好，那么这是在修改之前，我还没有去开启修改。然后呢，我们选择副对象，点击应用修改，上面会提示你已经成功修改了37个粒子系统，成功修改了2个材质球，成功修改了2个颜色属性。我们点击确定。好，这时候我们再看这个粒子系统的颜色。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对比，这是它的原本的材质球属性。好，左边这个是原本的颜色啊，原本呢它是这种红色和淡粉色，改之后呢，它可以完美的识别它原本的颜色的深浅和原本的透明度啊都可以啊，包括比如说原本它做了这种色相的渐变，它也会自动生成相应的渐变颜色，这一切都是非常自动化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下一项是这个脱尾，包括脱尾材质也一样，都会按照我们所设定的这个色相，就每一个这种色块都会按照我们所设定的偏移值来进行处理。这是原本的，这是修改之过后的，然后这是2个材质球。好，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啊，
我们点击颜色，原本的 HDR 信息被保留，也就是说，它不但把颜色完美的修改，并且保留了原本的辉光信息，让它的亮度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就你改之后，它的该亮的粒子仍然是亮的，该暗的粒子仍然是暗的。如果说它设置一些个透明度啊，它原来的透明度也不会对它进行修改，它的一切都是非常自动智能化的处理。该工具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我们刚才是开启了包含子对象对这个对外层级选择最外层级进行修改。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我只希望修改某部分层级，我们就只去选择部分层级，然后取消包含子对象的选择比如说当前它是有这么，我只希望修改这些，我希望把蓝色改成其他颜色，那么这个时候我直接对它进行一个甚至我只点击拾取吧，我希望把它改成绿色，我希望把我们所选择的这些粒子的层级从我们修改之后的这个蓝色变成一个这种绿色。这时候我们再次点击应用修改，好，可以看到已经非常完美的修改成了我们所设定的颜色，并且原来有过渡的仍然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渡效果。那么除了这种使用方法之外，我们甚至可以不打开这个预置体，直接选择所有预置体，然后打开工具，点击包含子对象，设置一个颜色，比如说蓝色。现在直接改这14个预置体，点击应用修改。刚才的提示框中有显示已经成功修改了238个粒子对象。那么它这套资源它总共有14个预置体，原本颜色是红色，我们一瞬间都把它改为了我们所设定的蓝色。那么之所以这两个材质球的颜色并没有设置为我们所指定的蓝色，是因为这两个材质球它是共用材质球，我们之前有修改过这两个材质球的颜色，导致这个材质球原本的颜色和粒子系统颜色不一样。比如说我希望把这个预置体我继续再改，你可以直接复制粘贴，也可以从场景之中拾取颜色，都可以啊。我希望把这些个改成一个其他颜色，改成紫色好了，改成紫色，然后点击应用修改，我看一下啊。好，现在点击包含子对象，选择副层级，然后点击应用修改。好，你看所有的原来的这个蓝色都被改成了这个紫色，包含它的这个材质球，并且保留了它原本的 HDR 信息。那么该工具呢，不但可以在场景之中这个层级视图选择，也可以直接修改它的这个project 工程之中的预置体，无论是批量选择还是怎么样都可以，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该工具并不是统一的对颜色进行着色，而是对其内部原本所有颜色节点每个都进行色相饱和度、亮度的修改，让其保证修改前后它的观感效果一致，无论是亮度还是透明度都能够达到最好的呈现。接下来是特效级数预览工具。有些时候当我们去验收一批资源，或者说是我想查找以前做过的某个特效的时候，忘记了名字，然后想到
在众多的特效之中查找到某个资源，那往往需要批量选择非常多的资源，然后对它进行在场景之中实例化，然后挨个查找，这样会比较麻烦。那么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非常急速的，不需要在场景之中实例化，直接选中预知体就可以看到其内部的所有的效果，包含模型、骨骼模型、模型动画、粒子特效、拖尾特效等等所有的效果，并且它的加载速度是非常的快速，在不到1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把非常复杂的特效预知体全部加载。那么比如当前为例，有一批资源，我希望快速的查看其内部的预览效果，我们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一个，然后来到它的这个属性窗口，在属性窗口的最下方会有一个鲸鱼 VFX Preview 特效预览窗，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拉伸，就可以看到当前它的这个效果。我们可以自由的调节这个预览窗口的大小，然后有几个选项，第一个是否开启预览，默认是开启，再次点击是关闭，再点击是开启，然后是显示它的坐标轴、坐标控制轴，以及是否显示地面。播放，当你连续点击的时候呢，就是反复重播当前特效。当我们切换特效的时候呢，它会自动播放的。那么最后一个选项就是开启自动播放。是否开启预览，然后显示它的坐标轴，显示地板，点击播放以及停止播放。最后一个是否开启自动播放，默认不需要做修改。那么我们可以随便看一下这一批资源，我可以选中预知体，然后按键盘的上键或者是下键切换预知体，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不进行实例化，就不需要拖入场景之中，就可以非常急速的预览到其预知体内部的效果。这整个的过程非常的快，几乎感受不到加载的等待时间。不仅仅是可以预览特效预知体，也可以预览模型、模型动画、骨骼动画，然后拖尾动画等等所有的预知体内容都可以进行急速的预览。那所以说这个工具不仅可以预览特效，也可以预览比如说角色动画，也可以预览模型，也可以预览一些个骨骼模型等等等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您觉得关闭这个窗口不满意，我想彻底关闭这个功能，那我们可以点击菜单，其中有一个菜单名称为 VFX View， 默认是开启的。如果说您点击关闭，那么它的这个特效预览窗口将会彻底消失，就不会有这个预览功能。如果说你希望开启的话，那就点开 VFX View， 点击开启，那么它会开启这个功能，并且呢，如果说我们对它的这个视窗位置、角度进行修改的时候，当我们切换预知体，它同样会保存我们所设定的角度以及距离等等，可以用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方式来预览任何的对象，无论是特效还是动画都可以。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直接比如说做外包的时候，有一批外包商给我发了一批资源，这一批资源大概有40-50个，我想检查一下它有没有
漏掉材质，或者说预览一下它的大致效果，那我可以通过该方式以非常快速的方式，大概一个预制体不到1秒钟，我就可以急速的预览到它大概是什么样子。那么这是通过属性窗口快速预览的方法。除此之外，因为当前它的快速预览方式之中呢，并没有去载入这个摄像机后效。如果说你需要有一些特殊的后处理效果，那么就需要把它进行一个实例化。往往比如说当前它是一个包含这个动作的模型，然后还有一部分是粒子特效，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单独的去添加这个 particle 组件去播放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只能播放粒子而不能播放动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它完整的效果是什么样子了。那么如果说您希望在场景之中来播放预览这个特效预制体的话，可以用鲸鱼它的这个插件，我们搜索鲸鱼，然后找到 Effect Player， 我们点击播放，就可以看到这个它本身以及内部所有的动画的效果。它保留了它的这个无论是粒子特效还是谷歌模型动画或者是普通动画，它都可以一齐的播放，并且保留一个非常完整的效果。看，这比我们去通过 Timeline 然后创建Control Track， 然后再创建 Animation Track， 就通过各种轨道来创建要方便的多得多。那么我们通过这个 Effect Player 组件，可以将任何实例化的对象，不仅仅是特效，当我们加入 Effect Player 的时候呢，它可以直接播放其内部的所有的模型，或者是模型动画、骨骼动画等等，都可以和粒子特效同步的去播放，而不需要再去通过什么Timeline 之类东西来进行一个操作。那么这是两种方式共同构成的这个特效极速预览工具的操作方法。一种是直接点击对象来进行预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非常快速的预览到当前它的特效预制体内部长什么样子，并且我们对任何的角度修改或等等，可以非常高效的查看到其内部的资源，不需要实例化。如果说需要实例化查看完整的带后效的这个效果，那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实例化。如果说需要对它其内部这些相关的比如说动画、模型动画、骨骼动画等等所有的这个东西，包括拖尾动画等等，需要对它进行同步播放，我们可以去添加 Effect Player。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该工具完整的播放其内部所有的效果。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个参数，非常简单，就是播放、暂停、停止，然后重新播放和移除组件。它还有一个是动画进度，我们可以单独查看它的动画效果。比如说当前我去拖动它的动画进度，它可以直接播放当前动画从开始到结束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单独播放动画以及全部一起播放效果。然后下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信息总览，包括当前这个特效有多少粒子系统，有多少动画控制器。那么这个传统动画是指就是那个单独的 animation 组件的动画文件的调用，一般情况下是只有非常老旧的项目才会需要，一般情况下都已经改换成了这种 animator， 也就是新的动画控制器。任何的组件都能够支持完整的播放效果，配合预览。那么以上就是特效极速预览工具。接下来讲特效匹配工具。首先我们打开窗口，找到特效匹配工具。该工具支持两种模式，一种是匹配位置，一种是匹配轨道。匹配位置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把对应的特效资源快速的匹配挂载到相应层级骨骼名称之下。
就我们置入的时候，就免去一个一个找位置再去拖动的这个麻烦。那么另外一个匹配轨道将可以让现在 Timeline 它的轨道的内容替换成我们指定资源的内容。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界面介绍，首先是通过拖入，也可以通过选择之后点击添加来加入预制体列表。下一个选项是列表过滤工具，我们可以输入一个自定义的关键词，点击仅保留包含项，那么只有包含这个关键字的预制体才会被保留。下一个是排除关键词，将预制体列表之中含有该关键词的预制体进行移除。刚才输入错了。好，那么这是一个仅保留包含项和移除包含项。那么下一个是谷歌名称分隔符。我们在做特效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将自身名字和谷歌名字做一个区分。有些时候呢，会用一些个特殊符号，比如说@符号，或者是井字符号啊，或者是百分比符号等等。而有的项目呢，用的是普通的分隔符，比如说下划线，甚至可能说是空格等等，没关系啊。任何的分隔符都可以识别，无论是下划线、空格还是这种特殊符号。如果说您的项目在与它自身的名字和谷歌名字并没有做任何的区分，也没关系。如果说我们将这个谷歌名称分隔符清空不输入的话，它将会开启自动识别模式，它将会自动判断当前的资源哪部分是谷歌名称，然后对它进行位置的一个匹配。那么下一个是匹配对象复节点。如果说当前场景之中有多个角色的模型，它可能包含很多的每个模型都有一套骨骼，每套骨骼之内都有 BOR 026。那么我们这一个 prefab 应该如何匹配两个资源呢？那显然是不太好判定，所以说我们建议是设置一个匹配副对象，将需要匹配的对象拖入到匹配复节点，那么预制体将会匹配到这个复节点之中。那么下一个是 Timeline 轨道匹配，我们可以在场景之中，一般情况下场景之中都会有一个节点用来放置它的这个 Playable， 就是 Timeline 轨道的主件节点。我们将这个主件拖入到轨道匹配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只需要去设置匹配副对象和轨道匹配的节点 GiveObject。如果说您的项目有分隔符，就输入分隔符；没有分隔符，那也无所谓。好，那么我们先做一个演示啊。该工具支持在 Project， 也就是工程之中选择对象。当你在工程之中选择对象加入到窗口列表的时候呢，它会先在场景之中实例化，再去匹配位置。比如说当前我先做个演示，它的谷歌分隔符是@符号，然后呢，我对它进行一个位置匹配，然后点击匹配位置，总共有22个，成功匹配19个，未匹配3个，点击确定。没有正确匹配呢，它会放置在它默认坐标，也就是坐标原点。成功匹配呢，我们可以找到它的这个匹配对象复节点，可以看到它在对应的谷歌名称层级之下，无论是 BIP 还是 BOM 还是这种Spellfold 等非谷歌名称之下，都可以正确的匹配到位置。当你在工程之中 Project 面板选择，它会先实例化再匹配。如果说直接在场景之中选择，它将会免去实例化的步骤，直接匹配位置。那么我们再次尝试，先把它进行一个还原。好，我们先把这些
预制体拖入到场景之中，这是一些已经被实例化的对象，添加，然后我们再次点击匹配位置，那么它们会直接进行位置的匹配，非常的方便和快速，一键是快速找到对应的节点进行位置的匹配。如果说您的这个项目并没有设置任何的分隔符，使用该工具同样也可以进行匹配。那比如说，我当前再次把它进行一个还原，好，然后比如说我做的时候呢，没有什么规范，名字都是随便写的，然后呢，它的坐标可能是没有分隔符，直接就是02 bond 之类的内容啊，比如说，我先给它这样，在它预制体名字和就是挂点名字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分隔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不去输入分隔符，它将会自动判断并且重新挂载。那我们可以把它加入预制体列表，然后再次点击匹配位置，成功匹配16个，未匹配6个，我们点击看一下，所有骨骼对象都已经被成功匹配。比如说像这个 BIP001 RTOE0 被成功匹配，像这种BON006 它是没有输入任何分隔符，直接连到一起的，它同样也可以自动的识别挂在这个006下面，看它是挂在006下面的。然后呢，其他的都是可以自动识别。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去输入分隔符，它有的内容没法判断是否要匹配，比如说当前这个对象，因为本身这个 @foot 它无法判断是否是一个需要匹配的节点。那么如果说您的工程之中有分隔符，无论分隔符是什么，可以是下划线，可以是空格，也可以是其他内容。如果说有的话，那么就输入一个分隔符。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点击匹配位置。那么现在总共有1、2、3个之前没有匹配的，点击匹配位置，会发现成功匹配3个。那么刚才没有匹配那3个再次被成功匹配。也就是说，该工具非常强大，无论你的制作规范合不合理，或者是前期有没有制定什么规范，只要你的名称之中有对应节点的名字，它都可以自动的去匹配。那么这是关于它的这个位置匹配的功能。下面来讲解它的轨道匹配功能。好，那么这是当前它的这个 timeline 轨道节点的 GIMOJET，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当前它的轨道内容非常多，大概是有22个预制体左右。它引用的是当前场景之中的预制体，可以是当前场景之中的任何对象然后呢，我们可以观察它当前每一个这个资源组 source GIMObject 它的引用资源。轨道匹配工具它的匹配原则呢是相同名称可以自动匹配。那么比如说我希望把这一批预制体替换原来的这一批资源，原来的资源可以是预制体，也可以不是预制体，也可以是任何对象只要名字相同都可以自动匹配。那么我现在呢先把它进行一个实例化，然后再次打开刚才的那个匹配工具，我可以输入它的这个分隔符，设置匹配副节点和它的timeline 的主件对象。我们可以先点击匹配位置因为当前没有加入需要先加入预制体，然后点击匹配位置，它会先把位置进行了匹配，然后我们再次点击匹配 timeline 轨道，它会把轨道之内的对象全部进行一个替换。那么我们现在再次点击看一下，这是刚才
我们所看的这个轨道内容，现在被替换为了我们刚刚实例化的内容。它原始引用的资源是这部分啊，它原始轨道引用的是这部分内容，但是我们刚才通过工具呢，让所有的轨道引用为了我们刚刚实例化的这部分预制体。看，所有的都是引用的新的预制体，并且呢，我们刚才也使用工具将这个预制体位置挂载到了角色对象相应的节点位置。好，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特效匹配工具的功能介绍。好，那么接下来是特效子层级重命名工具，我们打开窗口是这个。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将当前我们所选择的所有预制体它的子层级名称改为其材质球的名称，它的命名格式是前缀加材质球名称。那么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实现改名之后呢，即使说以后其材质球引用丢失，我们也可以通过其预制体的层级名称找到它丢失的那个材质球，而不会出现就不知道以前是什么内容的这种奇怪的现象。那么可以做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当前有一个预制体，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啊，我们可以直接看其材质球引用。那么副层级就不做修改，因为副层级往往是它的这个特效预制体的名称，然后直接看它的子层级。比如说它的这个 Particle System 1使用了2个材质球，分别是008和009，然后2是010等等。然后呢，我们现在直接选中当前这个预制体，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我们就用它算了，就不加前缀名称了，直接点击重命名选中预制体子层级，点击一下，好，它会在非常快的速度之内进行完成。然后我们现在对它进行再次的一个实例化，看一下它的子层级名称，变成了我们就是之前所设置的它的材质球的名称的组合。这是材质球 X101 Skill2， 然后 shader 名，然后贴图名，然后是前缀名 shader 名贴图名。你看它的2个材质球分别是 X101， 然后 default 009。无论它使用几个材质球，使用单个材质球的话就显示1个，如果使用2个材质球的话就使用2个。那么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直接让子层级名称显示为其材质球的名称，这样的话就不会，即使说后续不小心丢失了材质球引用，我们也可以直接搜索名字来对它进行找到。配合之前的这个材质球名称修改工具的话，那么就可以实现无论是材质球丢失或者是材质球引用丢失等等，都可以非常快速的找回其引用关系，不用担心找不回来的问题。好，那么这是它的特效子层级重命名工具。接下来介绍图片处理工具。首先我们打开整合窗口，点击图片处理工具，对应6个相应的标题栏是对应的功能。首先是拆分序列图，我们可以将一张序列图拆分成独立的图像，我们可以设置它的行数和列数。比如当前我按照它原本的排列设置成为3×3，可以设置一个输出的文件名称，在这儿我就使用默认名称。尺寸模式分2种，一种是自动，它会按照原始的边长像素尺寸来进行拆分。你也可以设置为自定义，统一输出的尺寸，比如说设置为256、128等等。那么在这儿我就用它裁剪之后的自动比例。当输入预览没问题之后，
点击拆分纹理，它的处理速度非常的迅速。然后我们选择输出之后的纹理，点击将透明度作为阿尔法，点击执行，可以看到相应的预览图。那为了方便观察呢，我们可以打开相应的这个图像，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改之前的纹理和改之后有没有哪些个差别。因为当前的这个图像它的分辨率较低，是256的，256里面同时存了9张图片，所以说看起来会稍微有点糊，是因为它原本的图像就是比较糊的。左边是它原始的图像，右边是拆分出来的图像，可以发现几乎完全一致。右边是单个拆分出来的，左边是整合的原始的图像。对细节的保留已经可以了，几乎一模一样。这是它的拆分功能。除了拆分之外，第二个选项就是合并序列图。那么我们可以将刚才拆分的图像为例我们把它拖拽加入到这个纹理的拖放框，设置一个行数和列数。那么刚才的话是3×3，可以继续预览。觉得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击合并纹理，或者是设置一个尺寸或者是修改一个名称都可以点击合并纹理，它会迅速的合并完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新创建的这个纹理，把透明度作为阿尔法，为了方便我们观察。这是改之后的纹理，它拆分前和拆分后质量并没有明显的差别，这就免去了我们去在 Photoshop 之中处理的麻烦。那么接下来的功能是拆分通道。我们在制作特效的时候，或者是有些项目之中会存在一些个看起来比较奇怪的图片，那比如说像这些图片，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实际上它是将每个通道都进行了拆分，而并不是直接用的，并不是直接用，而是通过不同通道来进行使用的。那比如说当前这张图片，我点击拖入，它会自动拆解为4张，因为当前它没有加入阿尔法，所以说透明度它是白色。RGB 对应的图像，我们可以点击拆分通道，就可以看到它拆分之后的图片。在这儿，因为 A 通道是白色的，所以说就暂时不要管它。拆分出的 B 通道和 G 通道分别代表 RGB 3个通道。拆分通道之后，看到它的质量也并没有什么下滑，并且尺寸按照原始的尺寸来进行一个生成。那么使用该工具呢，可以快速便捷的将任何复合通道图片拆分成对应的通道纹理。那么我们可以配合合并通道的功能来使用。那比如说我将刚才生成的3张图片，我就用这个 RGB， 最多是4张，分别代表 RGBA。在这个时候呢，我再新增一张，加入这个 Texture 003，现在是4张图像，我把它进行拖入。好，已达上限，最多就是4张，分别代表 RGBA。我们可以调节它的顺序现在是原始图像 RGBA，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预览之后的图像是这个，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前它最后一张阿尔法图是这个图，所以说你看起来好像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只能看见隐约的这些图像，但实际上并不影响使用。
那比如说，当前这是张原始纹理是这样，生成的新的 RGBA 图像是这个，我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就叫 AAA， 然后点击合并通道。生成之后，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AAA 的图是这张图，我们可以点击透明作为阿尔法，可以看到好像很奇怪，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回到拆分通道选项，把它拖入进来，可以看到啊，这是它内部的4张纹理都被完整的显示出来了。虽然说直接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如果说对它通道进行拆分，它就可以拆分出来完美质量的4张通道的纹理。这样的话，相当于可以把一张图作为多张图来使用。那么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一张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图变成4张纹理，点击拆分通道，它会在一瞬间完成。我们可以看到拆分通道之后的图像，在这儿，因为刚才起名是叉叉叉叉，在这儿叉叉叉叉 RGBA， 这是它的 A 通道，各种纹理的都已经被完整保留下来。那么这是拆分通道和合并通道，它可以将任意4张纹理生成一张新的图像，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一个节省资源的目的。然后下一个是去黑背景，就是当我们在制作特效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图像，比如说当前这个图像啊，它是一个黑白的，我希望去除黑底，把它变成一个拥有阿尔法通道的一个图，会发现这个东西需要到 Photoshop 里面还需要一个比较麻烦的操作，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工具可以一瞬间来实现。那比如说我现在拖入去黑，它会自动的一瞬间把这个图像来进行抠好，并且我们可以稍微的去根据需要来进行调整，一般情况下保持默认选项就可以的。这个可以设置它的抠黑确值，默认情况下我们就用它自身默认的选项就可以了。比如另外一张加入，这是它抠黑之后的效果。那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啊，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效果的调优。然后对黑背景是否有保留，默认的话1就是不保留，然后调整它的阿尔法的剩余值。当你觉得这效果没问题，我们点击去黑。当然了，同样也可以设置一个是否有更改尺寸，默认是不更改，或者是设置一个新的名字。我们点击去黑，不到1秒钟，非常迅速的完成。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下这个文件是这个文件叫 No Black New， 可以看一下资源，非常完美的抠黑。这是原本的资源，我们再对比一下它抠黑前后的效果。纹理细节都被保留，并且效果是按照就没有任何黑背景的留存。那么这是一个抠黑的功能。然后下一个部分其实是刚好相反，就是加黑背景。这个就很简单，也容易理解。我们可以将任何一个需要加入黑背景的资源，比如这个当前它原本是透明背景的，你需要去加入一个黑的背景，点击添加黑色背景，它就会自动添加，也是一瞬间就可以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输出名字，也可以修改一个对应的名字，叫做 Black 背景 New， 看一下 Black 背景这儿。那么再看一下它原始的效果，再对比一下，这是原本的有透明通道的，这是我们使用加黑背景的功能加入的黑背景，质量被完整的
保留，纹理也没有损失。那么这就是以上包括拆分合并序列图、拆分通道、合并通道以及去黑背景和加黑背景，可以满足我们在制作特效的时候大部分的需求，那么效率也非常高。好，那么这就是关于图片处理工具的使用介绍。接下来讲的是武器拖尾工具。那么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实现Unity 原生无法实现的任何武器，那包含刀光拖尾等等拖尾效果。那么例如可以实现像这种，它可以动态的沿着武器的运动轨迹而生成一个网格。那么我们可以赋予这个网格体任意的材质比如说给它一个扭曲材质，或者说是火焰材质等等。那其实很多游戏都有类似的效果，尤其是像一些个3A 游戏都是用这种实时的刀光拖尾来实现。那么我们来讲解如何用本工具来实现像这种实时刀光拖尾的效果。那么我首先做了一些个非常简单的武器模型。那比如说像是这种最常见的一个直刀，就非常简单，也是最常见的一种直刀。那么像这种是弯刀，和像这种歪七扭八的就是像是金蛇郎君的刀。还有一种就是非常奇怪的这种闭合型的刀，它可以是四方形，也可以是圆形。那么比如说这是一个海绵宝宝抓水母的网，然后项目要求你把这个网做一个适配的刀光，当这个网进行运动的时候产生一个武器的拖尾。那么通过原生工具我们是无法实现的，那么通过该工具我们可以实现像这种类似的效果。好，那么第一步呢，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应该找到它对应的手部的骨骼，因为是由手部骨骼来驱动它的这个武器嘛。因为我比较偷懒所以说就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型动画，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动画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挥动。然后呢，这是我还没做的一些个特效，分别绑定在这4个武器之上。我们先从第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直刀开始。我们搜索鲸鱼，找到 Weapon Trail， 点击添加，它默认会创建2个定位点。那么这个定位点之间的连线就是我们会产生武器拖尾的地方。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简单拖动一下，会发现已经产生拖尾了。我们因为当前看不到右侧，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向左拉的时候没有拖尾？实际上它仍然是有拖尾的，只不过是这个材质它不是双面，所以说看不出来。我们可以赋予它一个双面材质，看一下，这回就看到了。无论是向左拖还是向右拖，都有这个拖尾的生成。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拖尾插件有哪些参数。那么首先第一个参数呢是它的材质球，我们可以设置一个任何自定义的材质球，它也支持所有的管线。那么无论是你是什么管线，只要赋予它对应的筛子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呢，第二种是它的持续时长，它将影响这个它生成拖尾的长度。当我们把它这个生成时长增加的时候呢，会发现它的武器刀光比刚才持续时间变得更加的长了。我们会根据实际项目需求来决定你要把它这个刀光变得多长，可以是长刀光，也可以是短刀光。那么第3项是它的圆滑值，因为有的角色动作它可能挥刀的时候帧数较短，可能只有个3-4帧，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武器在路径之中会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折角之类的效果，让它路径不是很圆滑。那我们可以提高它的圆滑值，让它的整体刀光看起来更加的顺滑。然后第4项是是否要封闭这个循环，也就是闭合这个刀光。当我们制作像这种
像这种这个海绵宝宝的网网也可以是其他形状的这种闭合形状的拖尾的时候，就可以开启它。它可以在几个关键点之间形成闭合。然后下面呢是它的路径点，其实就是这两个定位点的位置，它默认会做一个偏移。那么我们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少这个定位点的数量。比如说当前我把它的这个，我先把它简单调一下。好，那么当前呢是设置了4个定位点。如果说是像这种直线型的武器的话，那其实2个点就够了。如果是像这种弧形的，我们可以多加一些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下方的工具来辅助我们操作，而不需要去手动调这个数值。因为这个数值的话，手动调会比较麻烦，所以一般是不用手动去调的。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该工具，我先把它恢复成2个点。好，然后呢，首先是第一项，当开启它的时候呢，它将会允许我们编辑每个这个 page point， 就是定位点的路径定位点的位置。看，我可以任意的编辑。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置在对应的武器之上。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任意的调节，把它放置在完全适配当前武器的形状。这样，当武器运动的时候，那么它也会在这2个定位点之间生成这个网格体。比如说刚才我随便做了一个，然后我可以拨一下，看到没？一个非常简单的直线型的刀光就做好了。那么我们可以设置它的持续时长。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调节它的这个圆滑值啊，或者说是武器的生成时长，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刀光的长度。然后我们可以任意的去自定义它的材质球，比如说是否要支持 HDR， 然后以及设置它的材质球纹理。比如说当前它的纹理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这个纹理。那么这么简单的纹理肯定是不适用于真正的项目的。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要去做一些个更加美观的拖尾。我当前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示例而已。那么刚才是讲到了这一项，这一项是去编辑它的定位，每个定位点开启它的移动编辑功能。然后我先把它进行一个回退。然后我们看第2项，第2项是整体移动。这个整体移动是对2个空位点，就是它定位点的整体移动，而不是这个移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副对象仍然是在原位的。这是它的副对象仍然在原位。我们在不改变副对象的情况下，我们对它的这个所有的定位点进行了整体的移动。那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对它进行了整体的位置的偏移。为了方便观察，我先把它这个持续时长改短一些。第一个是任意编辑每个点的位置，开启单独的编辑，可以调节它的位置。然后第2个呢是整体
位移做一个调整。那么第3项呢是对它的整体旋转，我们可以任意的对它的这个定位点、中心点进行一个偏转。那么第4项呢是整体的缩放。那么现在它的4项基础编辑功能已经比较明显了，这整体缩放、旋转、整体位移和独立编辑。那我们用的最多的其实是独立编辑。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是生成圆环路径，它是有一个自动模式帮你去生成一个圆形的这个定位点。我们可以设置它的半径以及分段数以及圆环的朝向。中心点的话是如果为0的话，就以它的负对象为中心，比如说是以这个 Game Object 负对象的轴心为中心来进行创建。那我先做个演示。当朝向为 Y 轴，半径为3的时候，点击生成圆环。它生成了这样的一个形状的圆环。我们发现啊，它生成的圆环没有闭合，是因为我们没有开启闭合选项。如果说你希望它闭合的话，就点击闭合功能，它就会闭合了。然后呢，我们可以修改它的朝向，因为当前是朝向它的 Y 轴，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Z 轴。好，修改，看一下哪一个轴比较合适，然后去修改它的半径，可以非常方便、便捷的去帮我们去生成一个环形。当然了，实际上我们一般情况下生成之后呢，还需要去手动编辑，开启它的这个独立编辑模式，然后让它比如说变成一个扁的啊，或者是开启缩放，把它变成一个椭圆形啊等等，都可以任意的去编辑。然后呢，再做一个简单演示啊。当我对它进行一个拖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看起来不是很明显。我先把它这个持续时长改长一些。我们可以发现啊，因为没有开启闭合，所以说它的圆环少了一块，这个角度看起来比较明显，是吧？因为我们没有开启闭合选项，所以说当前的这个圆环就少了一块。如果说您希望有一个完全闭合的效果，我们勾选闭合选项，这时候再次拖动，它就是一个全闭合的圆环效果了。那么这个就需要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来决定，是否要对它进行一个闭合。好，那么这是一个圆环控制面板。那么当我们知道它如何去使用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制作刚才的简单案例。那么首先我们找到它的这个直刀的武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绑到它的骨骼之上不过当前我没有做骨骼，只是做了简单动画，就做个演示哈。然后呢，点击 Weapon Trail， 然后我先对它进行一个旋转，然后点击编辑模式，对它进行移动，简单的调节位置，然后调节它的拖尾，就刀锋拖尾长度。好，这就已经做好了，非常方便。点击播放，查看效果。因为当前我是重新创建的，我需要给赋予它一个材质球，我就重新给它一个刚才的那个双面材质，这个，然后再次播放。好，那么像这种直线型武器的刀光就做好了。那么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那么下一个可以稍微增加一点难度，是这个圆环形。
圆月弯刀。那么这个时候同样添加 Weapon Trail， 然后呢，我可以多增加一些点。那么我觉得大概是4个点，可能不够，5个点吧，5个点应该差不多。为了区分它的位置，我先手动做一个简单的偏移，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旋转。旋转不太方便，对它进行一个直接编辑它的位置。好，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定位点放置在这个武器的刀身上，然后它会沿着这个每个定位点之间的位置来生成刀光。感觉当前效果应该差不多，看一下效果。感觉还行，赋予它一个材质，看一下。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圆月弯刀的刀光也实现了，它通过5个定位点可以完美的适配它自身的这种弧形。那么另外一个也是同样的原理就不再重复展示了。同样也是增加它的定位点，把定位点放置在它的这个刀身位置，然后就可以产生对应形状的这个刀光，并且它生成的网格呢会生成比较就是那种非常标准的 UV。你看它所有的这个 UV 是沿着这个定位点生成的，它可以按照我们所设定的这个贴图来进行产生。就这个贴图嘛，那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些个贴着刀身的贴图是怎样的一个效果，然后离远的是另外一种效果，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更有层次感。然后呢，我们继续看，就是下一种是圆环形，当然不一定是圆环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是4方形等等。我们再次添加它的这个 Weapon Trail， 然后我们点击选择一个轴，点击生成圆环，好像应该差不多。然后我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缩放，那么先设置半径减小一些，再减少一些，再减小，感觉可以再减小一点点，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移动，刚好适配。然后我们开启它的这个叫什么闭合选项。好，那么我们同样播放看一下效果。已经能够看到这个刀光拖尾了，同样给它赋予一个双边材质，把它的持续时长增加。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产生了一个根据网网就是这个圆环形生成的它的刀光拖尾。那么实际上通过该功能呢，我们可以实现绝大部分武器的刀光拖尾的效果，只要活用它的这个定位点编辑功能以及它的这些个相关的设置项，可以非常便捷的实现
沿着武器运动轨迹而生成刀光的效果。好，那么这就是武器刀光拖尾工具的介绍。哈喽，大家好，我是鲸鱼。那本节课为大家介绍的是运动轨迹显示工具和运动轨迹编辑工具。首先选择需要显示其轨迹的预置体，它实际上是7个盒子，从一个地方飞出来，然后打到另外一个点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们应该如何查看它的运动轨迹呢？首先，点击添加组件，搜索鲸鱼，然后点击 Show Motion Path 显示运动轨迹，然后我们点击添加标记点。你需要显示哪几个轨迹就添加哪几个标记点。那么在这儿的话，我有7个盒子，那么我就增加7个标记点，分别把这个需要显示轨迹的对象拖进到这个标记点的位置。默认它的每条轨迹颜色是不同的，并且可以指定设置一个自定义的轨迹颜色。我们可以在这儿来点击播放动画，也可以循环播放。好，我们先停止，点击根据动画生成轨迹。好，那么当前它就可以非常快速的显示出了当前这个动画的轨迹。并且每条轨迹它都用了不同的颜色来做区分。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功能，我们在制作游戏特效的时候经常也会用到这种需要显示其运动轨迹的情况，也是为了方便我们进行观察。那么当前是显示轨迹，如果说你有编辑的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就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工具。我们先对这个轨迹进行移除，可以点击移除组件，也可以通过右上角移除。一般情况下是建议通过移除组件来进行移除，它不会对自身动画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么再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工具，就是轨迹编辑工具。是这个，同样也是在添加组件之中来添加 Edit Motion Path， 看起来与刚才非常相近。那么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功能是差不太多，只不过是编辑组件多加了一个编辑功能。同样加入不同的标记点，这个标记点是您需要显示动画的这些部分。一般情况下，它的这个动画组件是会自动识别的。如果说没有识别的话，你也可以进行手动的去识别它。那么所有的这些个Cube 动画其实都在这一个动画文件里面。好，那么其实它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浏览方式，就是如何查看轨迹。那其实与刚才是一样的，同样是点击根据动画生成轨迹文件，到这儿与刚才都是一样的。那么如何才能对它进行一个编辑呢？很简单，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先勾选单轨迹编辑模式，这样的话可以一次编辑一根轨迹。如果同时编辑很多轨迹的话，看起来比较眼花缭乱。但是如果说您希望同时编辑很多的话，那也可以根据您的自身需要。在这儿我先用这个单轨迹编辑模式，你可以选择要编辑的对象，因为当前有7个嘛，我先选择第一个。然后因为我已经点击过动画
根据动画文件生成轨迹，所以说不再需要再次点击，不需要点击这个了，直接点击生成贝塞尔曲线，它会根据你当前的这个原始轨迹生成一根曲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控制点来编辑新的轨迹的形状。你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不同的形状。当然了，如果说您觉得现有的控制点数量不够，也可以增加它的这个控制点数量。那么在这儿默认是5个，并且呢，默认情况下它会锁定首尾控制点，防止您误操作去修改到了它的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如果说您希望去修改它的起始位置或者是结束位置的时候呢，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取消，就可以看到它的首尾的控制点。好，那么当您修改完它的这个新的这个曲线之后呢，比如当前我把它这个运动曲线原本是这个范围，我现在把它变得更大、更广泛了，然后我对它进行一个根据贝塞尔曲线生成轨迹动画，点击一下，这时候我们再看拖动，好，它就已经按照我们所新生成的这个轨迹来进行运动了。这个红色的就是我们所新生成的。我们同时也可以去切换任何的对象来进行编辑。比如当前我希望编辑这个，点击生成贝塞尔曲线，根据你的需要去更改它的路径。我希望让它把它扭起来，像是一个心形的一样。好，再次点击根据贝塞尔曲线生成轨迹动画，好，它就可以根据新的运动路径来进行运动了，非常的方便和非常的便捷。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拖动动画进度来查看。我们在制作一些个过场动画特效，或者说是做一些个空中追逐特效，以及导弹飞出特效等等，经常需要有一个比较华丽的运动轨迹，可能有一条，也有可能有多条，然后需要准确的打击到某个位置，所以说就蛮需要这个工具。同时呢，该工具还有一些控制参数也都非常好用。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默认开启应用动画压缩。我们如果说点击这个文件查看它动画文件，会发现它并不是每一帧都生成动画的。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开启了这个动画压缩。如果说不去这个开启动画压缩的话，比如说我当前先对它进行一个取消，不对动画进行压缩，然后我再随意编辑一根曲线，随意编辑一下好了，然后点击生成轨迹动画，那么它不再会有这叫什么关键帧的优化，而是每一帧都生成，这是它每一帧都生成的样子。我们也可以查看，这个紫色的就是它新生成的动画。我们也可以查看一下它的这个动画文件，这是没有应用动画压缩。如果说我们开启了动画压缩，然后再编辑一个轨迹，点击生成动画。当我们开启应用动画压缩选项之后，它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关键帧的数量，同时在保证效果的前提之下来进行一个自动关键帧的生成。我们可以拖动来查看效果，会发现它这个效果保留的已经非常好了。同时呢，该工具是不会对它本身有任何的影响。当你制作完成之后，也不需要保留这个组件，点击移除组件。这时候我们点击 Ctrl6， 直接播放这动画，会发现仍然有效果。因为这个组件实际上是直接应用于动画文件，自动修改动画的一个作用。通过贝塞尔曲线的几个控制点，帮我们快速的
编辑曲线以及快速的去调整它的旋转角度，这一切都是自动的，并且只应用于动画，不会对预制体本身产生任何的影响。你最后保存呢，也不需要去保存这个组件。所以呢，当我们已经完成对这个动画轨迹的修改，得到我们满意的路径，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组件移除就可以了。同时呢，这个工具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设置，那么大家可以进行尝试，比如说是否要显示所有的轨迹，以及是否要去朝向树头方向，默认是开启的，就是说它会自动帮你 K 一个旋转针，让它沿着这个轨迹来进行旋转。如果说你不需要的话，也可以把这个朝向来进行一个取消，根据自身需要。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选项和参数，可以根据你的自身需要来进行调整和修改。好，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运动轨迹路径编辑的工具介绍。预制体参数与组件批量修改，打开相应的窗口。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预制体参数，一种是预制体组件。首先我们点击预制体参数，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否修改对应的开关，勾选是开启修改，关闭是不去修改，默认是开启。它可以设置激活状态、静态标记、标签栏、层级和坐标。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如果单个选择预制体，我们可以直接的可以去修改它的这个 tag 和 layer， 但是有些情况下，当我们多选预制体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没法去编辑它的位置变换，或者说是它的一些个其他内容。那通过该工具呢，就是无论你的选择对象之中有哪些有问题，或者是无法显示对应的这个窗口，我们可以通过该工具批量的去调整。那比如说当前我设置好默认的选项，点击应用到选中的预制体。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所有的参数都按照我们刚才所设定的数值进行了变换。比如说我可以随便改一些，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现在是不一样的。点击应用选中的预制体，它就会变成位移旋转是0，缩放是1。它可以选中任意的对象，只要它有这个相应的选项，都会被自动的修改。那这是预制体参数，另外一个是预制体组件，它分两种功能，一种是统一添加组件，另外一个是移除全部组件。那么我们以统一添加组件为例，我先选择所有的预制体，然后呢，我们统一添加一个2D 钢体，然后点击添加选中组件，它将会在所有预制体最外层都添加这个2D 钢体的组件。有些时候会根据项目需要，我们可能需要去在每个特效预制体上都挂载一个程序提供的组件，这个组件的名称呢根据项目来定，有的可能需要挂，有的可能不需要挂。如果说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儿搜索出对应的组件。这个组件类型只是提供了一部分，实际上只要是 Unity 内部支持的和你自己自定义写的，都可以快捷的搜索到。那比如说我们搜索 Anime， 可以看到它有这4个组件。因为当前我是一个全新的工程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去任意的搜索和添加。它同时也提供了这个预制，这些是预制，都是一些我们常用的这个组件这是统一添加，可以统一添加常用组件类型里面的，也可以直接搜索当前工程之中的某一个组件，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添加。那另外一个是移除组件，移除组件默认呢，它是一个执行组件清理，将会把它
当前 perfect 最外层所有组件都进行一个清理。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功能叫做保留组件白名单，我们可以将一些个我们特效可能会用到的组件，把它加入白名单之中。当你点击移除的时候，它不会被移除。比如说常用的有这个动画，默认的话它就是动画啊，我们点击添加到白名单，动画组件添加到白名单，然后 animator 同样添加到白名单，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那我们做个简单的测试好了，搜索动画组件，统一加入 animator， 然后再添加一个 animation， 然后再加一些重置，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组件，再加一个line render 的组件，统一添加。那么可以看到，当前呢，每一个预制体上面都挂有很多的组件，有 line render， 有 animation 和 animator 和 2D 的钢体。那么我们现在选择所有的组件，如果说我们不加入白名单的话，直接点击移除，它将会把外部所有的这些个组件都移除。如果说我们加入白名单的话，白名单的组件将会保留。我们现在点击组件清理，会发现所有的预制体除了 animator 和 animation 被保留之外，其他的全都被移除。如果说我们把白名单之内这两个组件也进行删除，在屏上选择点击组件清理，那么最外层就任何组件都没有了，它保持一个清爽的状态。那么这个预制体组件功能呢，就是统一增加一个组件，或者是移除全部的组件，根据你的实际需要来抉择是否加入某些组件的白名单和加入一些个当前工具之中程序写的自定义组件都可以。好，那么这是关于预制体组件和参数的功能。接下来讲的是预制体实例化工具。首先我们打开整合窗口，找到预制体实例化工具。那么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批量化的实例化对象，那可以是任何对象，可以是模型可以是特效也可以是其他任何可以在场景之中创建的game object。然后呢，它有两种排布模式，一种是根据基础位置来进行排布，那另外一种呢是根据矩阵来进行排布。我们先看第一种，就是根据基础位置来进行排布。那么如果说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您有这个列表过滤的需求的话，也可以使用这个列表过滤的功能来对它这个列表来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需要包含某些关键字的预制体才进行保留，就点击对应的关键字，点击仅保留包含项。如果说需要排除某些包含关键字的预制体，那就输入相关你希望排除包含该关键字的预制体名称，然后点击移除包含项。那么这是一个过滤功能。我们现在先尝试一下在基础位置生成以上所有的对象，点击实例化预制体。那么在列表之中，所有的预制体都在我们设置的000点来进行了实例化，都集中在了一个点。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使用矩阵排布。那么矩阵排布的话，它可以让我们设置是否有Y 轴是放置一个还是放置多个，这样的话可以实现多层的效果。那么我们先是这个1层的效果。当前的网格尺寸如果是5×5的话，它的容量为25个，但是我们当前的预制体数量为35，这样是不够的。我们把它设置为6×6，它的总容量是36，然后我们设置间距可以把它设置稍微大一些，因为 Y 轴只有一个，所以说我们 Y 轴先暂时不用设置它的间距。好，我们现在点击实例化预制体，会发现它以坐标00点为基础位置向外发散进行排布实例化，总共是35个，刚好缺一个，因为它的坐标6×6总位置是36，但是我们预制体只有35个。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叫做围绕坐标原点排列。当你开启之后，我们就可以让它整个矩阵的中心位于坐标原点，这样的话我们观察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那比如说我现在点击开启，点击实例化预制体，那么整个矩阵的中心
将会在坐标原点，就不再像刚才一样向外偏移。那么当前展示的是 y 轴为一个，也就是它的这个垂直方向只有一个的情况。那么如果说我们希望把它y 轴也进行一个排布，我们让它的这个 x y z 都有间距，然后呢设置它的尺寸数量。比如说当前是总共有5乘以5 25乘以2，总共是50个位置，我们资源是35个，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40个好了，相当于总容量是40， y 轴呢会放2个，有5个空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实例化预制体，我们先把之前的隐藏，方便我们观察。点击实例化预制体，会发现总共是2层，下边这层是5乘以4，上面这层是5乘以3。为什么会少5个呢？是因为预制体数量不够，预制体只有35个。如果说预制体有40个的话，那将会和下层一样排布成2层。通过这个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对预制体资源无论是模型呢还是特效也好，根据你的实际需要就要进行排布。该工具的功能非常简单，一方面可以便于我们快速的预览预制体，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将它应用于一些个场景搭建，比如说我把这个方盒子变成某种科技元素，或者说是把它变成一些个十字星遍布在场景之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科幻的感觉等等，作为特效场景搭建。好，那么以上就是该功能的使用方法。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解宠物贴图查找与管理工具。那么首先我们打开整合窗口，点击宠物贴图查找与管理工具。那么首先第一项是设置它的搜索范围，可以设定为路径搜索和全局搜索。如果您的项目较大，建议进行路径搜索，您可以把它选择到您存放贴图的文件夹，比如说当前我存放贴图文件夹是叫做 texture， 我们选择文件夹，然后点击添加，它会被加入到已选文件夹之内。然后呢，高级选项之中会设置判断纹理的最小相似度，当纹理的相似度大于95%的时候，将会判定为纹理重复。如果设置为1的话，将会2个纹理完全相同才会被判定为相同纹理。那么这个包含子文件夹是指当前我们选择的这个 texture 文件夹路径之下，如果仍然套有其他的子文件夹，将会继续搜索其内部子文件夹的贴图纹理。那如果说去选的话，将会只会对我们所选择的文件夹进行搜索，其内部的文件夹不做搜索。那么接下来是替换设置，默认是全局，我们可以设置为自定义路径。那么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或者是多个自定义路径，这个路径之下呢，来搜索材质球。那么最后呢，我们会通过该工具来替换材质球的宠物贴图引用。那么我们可以先做一个操作，比如说点击选择一个存放材质球的路径，点击添加。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当前选择的这个贴图文件夹，其内部大概有texture 001，然后有大概5个重复， texture 002，然后5个重复，一直到 texture 11有5个重复的这些个重复贴图的存在。然后呢，在 material 组里面有许多的贴图，它将会随机的引用不同这个贴图纹理，可能会使用0083也可能会使用其他任何的纹理，比如说0095、0024等等，它是一个完全随机的引用。0034，它会随机的引用当前 texture 文件夹之内的纹理。那我们设置好它的纹理搜索路径
和材质球替换路径之后呢，我们点击查找重复贴图，我们看一下它能否正确的识别。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已经找到了重复组1有6个重复项，可以看到定位到对应的资源，总共有6个纹理，也就是总共有6个重复项。重复组1，重复组2，它会把相同的相似大于95%的纹理放在重复组之中，供我们进行选择。重复组7、8、9、10、11，那么它在这个 texture 路径之下，总共搜索到11个重复组，每个重复组呢有6个重复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选定每个重复组里面，让其中一个作为主贴图。那比如说我先随意选择一些，比如说这个作为它的主贴图，然后呢其他的同样我将这个作为它的主贴图。其他的每个重复组我都选一张图像作为它的主贴图。重复组9，重复组10。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当前图像的尺寸，以及压缩方式，以及纹理名称、具体的路径等等都可以看到当前有11个重复组，我设置了前10个组的主纹理，那最后一个我没有设置，是故意没有设置的。这个重复组11我就不去指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设置好主要图像之后，点击替换引用。这个替换引用呢，是将我们替换文件夹路径之下的材质球，原本可能是引用这个重复组之中的其他资源，比如说它可能会引用 texture 11-4，所有引用了其他重复纹理的资源将会被统一指定为我们所设置的主纹理，也就是它在这个重复组之内，无论引用哪张纹理，当我们点击替换引用之后，都会被引用为我们指定的主纹理。我们现在点击替换引用，点击继续，下面有显示在10个组中替换了192处引用，因为刚才它这个material 文件夹之内有非常多的属性应用到了不同的这个贴图，所以说它的这个引用会比较多。当我们替换引用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删除重复项，它将会把除主贴图之外的重复贴图直接删除。这个操作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如果说你不太确定的话，建议先备份一下。然后在这儿我点击删除。好，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仅剩下一个重复组了，其他的10个重复组都消失了，是因为我们可以回到它的这个已选贴图路径之下看一下，只剩下我们没有去点击主贴图的这个纹理还剩下重复内容，其他的重复纹理全部被自动删除，并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材质球路径之下，它的所有引用都引用到了我们所设置的主贴图，所有重复纹理都被替换为主贴图，重复纹理被自动删除。如果说当前重复组你没有去设置主贴图，那么它将不会做任何的操作。那么再比方我现在再点击一次查找重复贴图，会发现只能查找到这一个重复组，这也是刚才没有操作的，
这时候我们再次选择其中一个，从6个里面选一个作为主贴图，点击替换引用，点击继续。那么它在当前这个组之中总共替换了32处引用，其实就是在这个其他材质球的不同的属性引用到了这个组织内的其他的纹理，总共引用了32处。我们需要把这32处都重新引用到这个主贴图之上。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点过了这个替换引用，我们现在再点一下删除重复项。好，现在已经没有重复贴图。我们现在直接点击这个 texture 纹理之下，会发现，哎，所有的纹理都没有任何的重复。然后我们再次点击 material， 所有的这个材质球都引用到了主贴图，并且它的效果纹理并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通过这个工具呢，我们可以快速查找到指定路径之下，或者是指定路径下子层级的所有重复纹理，并且通过设置替换路径、设置替换范围，也可以增加多个替换范围，增加多个搜索路径等等啊。然后我们可以将替换文件夹之中的所有材质球都重新引用为我们所设置的主贴图，把所有重复纹理进行一个在最后对重复纹理进行一个移除操作。一定要先进行，我们可以再次看一下啊，点击查找，我们一定要先选择一个主贴图，然后先替换引用，然后再删除重复项。如果说您先点了删除重复项的话，还没有设置这个替换引用，你会发现它原本的这个材质球引用就丢失了，因为它没有统一的替换为这个我们所设置的这个引用。所以说要注意啊，在删除重复项之前要先点替换引用。那么这是它的重复贴图查找与管理工具，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我们在日常制作的时候，如果说尤其是到了项目后期，有很多重复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该工具批量的去重新引用、替换、删除。好，那么这是重复贴图查找与管理工具。接下来我们讲解资源快速提交工具。当我们在工作之中经常会用到一些个版本同步工具，比如说S-Win， 比如说Git， 也有很少的一部分公司会用到 SourceTree， 那么大部分情况都会用到 S-Win。 那么本次提供的工具呢，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提交资源，而不需要再打开这个系统文件夹，因为很多我们的那个提交要求是需要提交文件的同时，也需要提交对应的.meta 文件。比如说当我们提交文件夹的时候，不能仅提交它的文件夹本身，还需要提交文件夹的这个.meta 文件。比如说当前我选择了这个一个新建文件夹1，需要找到它的这个新建文件夹1的.meta 文件，需要把它配套的.meta 文件一起提交才可以。那么如果说我们去手动选择的话，会比较麻烦。通过该工具呢，就不需要打开系统文件夹，我们可以直接在工程之中选择操作我们需要提交的对象，可以是文件夹，可以是多个文件夹，也可以是文件夹带对象等等。我们可以任意的操作选择你需要提交的文件，它会自动的通过菜单来选择你是否要去同步这些资源。比如说我当前选择相关的这些我需要同步的提交的资源，我点击右键，分别有2项，一个是 Git to， 一个是 S-Win to。 比如说 Git， 它会有一些命令项，分别是提交、日志、还原、同步。然后 S-Win 同样也是添加、清理、提交、日志、还原、更新。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您当前项目使用哪种工具
来使用对应的菜单，也可以用配合的这个快捷键来进行操作。那么我以这个提交 S 温为例进行操作，比如说我希望提交这些个资源，我直接选中这些资源，或者是选中你任何的需要提交的资源，和我们在系统文件夹里面操作是一样的。然后我们通过点击 S 温 to 点击提交。这个时候呢，当你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需要选择你的这个 tutorial proc.exe， 也就是这个 S 温的安装文件，需要告诉这个程序你的这个 S 温的安装文件在哪儿，需要指定一次，只需要指定一次，它下次就不会再提醒了。我们需要根据左上角的提示选择对应的安装文件名，比如说当前的名字是 proc.exe， 一般是在 S 温的安装路径之下，然后我们只需要指定之后，我们点击打开，那么下次它就不需要再次进行一个选择了。因为我当前是在家里面没有安装相应的版本管理软件，那么就不再重新装一遍 S 温为大家进行演示了。那使用方法是非常简单，当你安装完成之后，指定对应的 exe， 当你使用的时候，直接点击对应的菜单项就可以了，并且呢，该工具还做了一些个优化，比如说当我们在工作之中正在修改制作一些特效，已经对该预置体进行修改，然后我们打开工程，然后使用那个 S 温进行提交，会发现这个预置体明明已经改过，但是却没有相关的修改信息可以提交。说这发现没法提交，那是因为它当前没有点这个 Save Project， 也就是我们修改的内容没有被第一时间的进行保存。那么如果说我们使用提交工具的话，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它会在我们执行提交命令或者是任何命令之前它会自动的进行保存工程文件和更新。也就是说，您不需要担心你在保存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再点一遍什么 Save Project 的，不用。只要你有修改过，然后通过右键来进行任何操作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把当前工程之中的文件执行一遍 Save Project， 然后再进行一个提交，可以最大程度上稳妥保证提交资源是最新的和已经被确认保存过的。好，那么这是资源快速提交工具。接下来是资源引用查找器。首先打开界面，特效工具整合窗口，位置在于这儿。该工具有两种搜索模式，分别是全局搜索和路径搜索。如果您的工程较大，建议使用路径搜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路径作为它的搜索目标，也可以同时添加多个路径进行搜索。如果您的工程比较小，那么可以使用全局搜索。默认可以设置一个搜索目标，我们也可以点击添加资源槽位，同时搜索多个资源的引用关系。建议一次性搜索一个就可以了。那么当前我以一个材质球为例，把它加入到目标资源，点击查找引用链。我们可以看到分析目标是这个材质球，点击跳转可以跳转到对应位置，也可以点击定位，这是同样的道理。可以看到该材质球引用了哪些贴图，该材质球在哪一个属性上，这个信息写的比较详细，材质球名称以及材质球的属性名称使用了这张贴图。下一个是有哪些预制体使用了这个材质球，其实指的就是它使用了哪些资源和哪些资源使用了它。
这个引用信息写的也是比较清楚。因为当前它这个 particle system 其实我只做了一个层级，如果说它有多个层级的话，它会直接显示预制体在哪一个层级的具体名字使用了该材质，那么你在进行查找和查询的时候呢，就可以非常便捷的知道是哪一层使用了这个资源。那么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演示好了。比如说我现在随便做一个特效预制体，最后一层使用这个材质球，我把它这个特效层级名称改个名字，让它与其他名字不太一样，然后把它加入到这个预制体。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搜索这个 New Material， 点击搜索，会发现第一个是 Particle System 1的层级0001使用了该材质，我们可以定位到位置。这是预制体的名字 Particle 1，层级 Particle 1之下的000100001使用了该材质，可以看到是这个层级，它会非常详细的把哪一个预制体的哪一个层级使用了该材质球。那么下一个是刚才的，也就是只有一个层级的这个粒子系统，也是粒子系统本身使用了该材质。那么这个贴图也是，它会介绍这个材质球的哪一个属性使用了该贴图，是非常详细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查询其他资源，比如说我去查询这个贴图材质，点击查找引用，可以看到有一个材质球使用了这张贴图，是在这个材质球的 min texture 属性之上用了该贴图，然后有2个预制体使用了这个 new material 的材质球，并且非常详细的写清楚了在哪一个层级使用了该材质球，也就是它使用了它，它使用它，它是一个完整的引用关系树。好，那么这是一个资源引用查找器的使用介绍。好，那么接下来讲的是资源整合工具。首先打开整合窗口，点击资源整合工具。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快捷的将预制体所使用的资源重新进行一个整理和归纳。它会根据我们所设置的收集依赖资源项来进行自动的分类和筛选。它有2种模式啊，一种是复制，一种是移动。当为复制模式的时候，可以将我们所设置的预制体，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一大批的预制体都加入，然后呢，如果说点击复制模式的话，它将当前所有的这个预制体每一个都复制一批相同的，并且将其引用的资源根据我们所设置的项。当你开启某些，比如说开启收集模型，它将这些预制体所使用的所有的引用关系之中的模型都重新复制一份，并且重新引用到新复制出的预制体。那么该工具可以实现怎样的效果呢？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完全可以不顾制作规范。因为很多这个制作规范有要求啊，必须得引用某个路径之下的资源，某个路径之下的贴图然后不能共用mesh 等等。但是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制作的时候完全不用考虑这些东西，我们可以随意的去制作资源也可以随意的引用，只不过是当我们制作完成之后，我们用该工具做一个整理。那么我可以这些，比如说这些是已经初始制作好的一批资源，它的引用关系是随意引用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该工具将所有的预制体复制一份，放置在指定的路径之中，并且它还会根据
分类，分别建好对应的这个文件夹。不但会把预制体复制一份，预制体所使用的资源还会复制一份，并且重新引用到新复制出的预制体，并且按照分类分别的放好。同时呢，还除了可以设置开启、关闭某些资源选项之外呢，如果说某些资源我没有点击开启，那么它不会对模型资源来进行复制和重引用。那么复制出来的资源呢，将引用之前的引用关系。那么其他资源同样也是，并且呢，还有一个选项是去除材质球冗余，它将会在查询材质球的引用关系之前呢，先对材质球进行一个清理的操作，防止把一些个没有用到的贴图也查询到引用关系之中，就防止有多余的操作。并且呢，还有支持层级过滤功能。那比如说，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有一些个对象是不需要去重新归纳和整理的。那比如说一些个比如说有些环境特效，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些个环境呢，它会引用一些个通用的资源，是我们比较通用，不需要去重新设置它的引用关系的，也就是可以忽略。这个东西就叫做过滤层级。那么您可以自定义的随意的添加或者是进行移除，并且有两种匹配模式，一种是完全匹配，一种是关键词匹配。当设置为完全匹配的时候，比如说我将它的这个过滤层级名称设置为环境，那么当前预制体之中，只有当它的这个层级的名字为环境的时候，它才会将环境及其环境内部的所有资源进行一个引用的忽略。就即使说你开启了相关选项啊，它也不会对这个忽略层级及其内部的资源来进行一个重新复制或引用操作。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特效的预制体，然后把它加入了这个资源整合工具，因为我们将它的这个过滤层级名称设置为了环境，并且是完全匹配。那么当它查询到这个预制体内部有一层级叫做环境的时候，那么环境及其环境之内的所有子层级它的引用关系将不做修改，保持引用原有的资源，不受这个收集选项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个完全匹配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叫做关键词匹配，也可以理解成是模糊匹配。那么什么是关键词匹配、模糊匹配呢？比如说这个层级名字不需要完全是环境这个名，它可以是环境001，也可以是任何的一个层级名字，只要它的层级之中有环境这个关键字，都可以被匹配到忽略层级。那么这是该过滤层级名称和过滤层级的这个功能的介绍。完全匹配是只有当名字完全相同的时候，它才会将当前层级以其当前层级之下的内容进行一个忽略。关键词匹配是查询到当前层级之中有该关键名，就开启对该层级的一个过滤。那么这个是它的复制模式。那么当开启移动模式的时候呢，比如说当我开启了移动模式，我们会发现移动模式跟跟那个复制模式有点差别，它会多一个选项叫做收集 shader。 那么为什么在复制模式的情况下没有这个没有收集 shader 的这个功能呢？原因很简单，是因为shader 它的这个文件它比较特殊。如果说当前工程之中有两个相同的 shader， 那么这是一个
bug， 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存在。但是贴图或者是材质球，或者是模型啊这些东西就没关系。无论是这些东西，无论是模型、动画、材质球，还是等等这个相关这些项目啊，这些项正常的复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 shader 是不能复制的，一旦复制会有问题，因为它的每个 shader 它的引用是唯一的。当同时存在两个相同路径、相同引用路径的这个 shader 的时候，会出现问题。那举个例子啊，当前它的这个材质球引用的是 particle stand 非光噪的一个标准材质。如果说将当前的这个 shader 复制一份，会发现有两个为相同菜单引用路径的这个 shader， 那么一定会有一个会报错出问题。但是材质球没关系，因为材质球是引用的这个 shader， 但是 shader 本身却不能复制，只可以移动。所以说只有在移动模式情况下才可以开启收集 shader。那么当您开启移动模式的时候呢，它不会对所有的预制体进行复制，它不会复制，而是直接进行移动。它会在移动预制体的同时，将预制体引用的你设置的相关的这个资源一起移动到你指定的路径之中。你可以设置为任何的路径，并且呢，它会按照这个资源类型放在对应的文件夹，当然也可以去进行关闭。如果关闭的话，就是放在一个统一的文件夹；如果开启的话，就会分类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你还可以设置它的这个对应文件夹的名称，根据实际需要来进行抉择。那么这就是一个特效整合工具，那么它可以快速便捷的让我们的资源变得非常的易于归纳和整理。接下来讲解的是旋转工具和朝向工具。那么首先创建一个四边形，方便我们查看效果。然后呢，我们直接搜索鲸鱼，找到Auto Rotate 自动旋转工具。通过该工具呢，我们可以直接设置一个具体的旋转值，就可以看到对应的旋转效果。它支持 XYZ 三个轴自由的去设置和修改数值，并且能够在场景之中直接看到对应的具体效果。那么这是它的 Auto Rotate 自动旋转工具。那么接下来看第二个，刚才的是统一旋转。那么除了统一旋转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设置为随机旋转。随机旋转它的名字是 Random Rotate。通过该工具呢，其旋转速度将会随机快慢。那么这是它的幅度值，它的幅度越大呢，它的快慢的这个变换节奏幅度也会更大。那比如说它的 x 轴是100，那么它会在旋转就是1秒旋转100度的这个速度来进行迭代它的加速度和减速度。那么如果说我们在项目之中需要实现一个时快时慢并且是完全随机的一个旋转效果，就可以通过该工具来实现。我们可以自由的去设置，它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么这是它的一个随机旋转的工具。然后看下一个。那么该工具叫做Look at Camera， 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直接加入 Look at Camera， 它将会直接自动识别当前视图所使用的摄像机，并且自动朝向摄像机。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锁定其轴向。
那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我现在先开启它的摄像机朝向功能，改为实时同步。我们可以看到啊，当前开启其 Look at Camera 的这个物体，它将会直接朝向于我们指定的这个摄像机，看到了吧？我们通过这个 GIMP 视图或者是 Scene 视图都能看到，它会朝向我们摄像机。我们还可以直接锁定某一个轴，看到我们现在锁定了这个 Y 轴，当前这个物体呢，它的 Y 轴将不会变化。那么如果说，比如说当前它是一个人物，我们加入了该 Look at Camera 的这个组件，我们开启了锁定 Y 轴，就会变成它始终朝向你站着的一种效果，始终朝向你，可能是脸始终朝向你，或者是身体始终朝向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要。那如果说你不锁定 Y 轴，它就是直接整个的去朝向你。如果是锁定 Y 轴的话，那么 Y 轴将会锁定其原来的轴向，只对其他轴向来进行一个旋转。那么同理，其他的也是。那么除此之外，除了锁定功能之外呢，还有一些个旋转的偏移值。那比如说，它当前对着我的是这个正面，我希望让它侧面对着我，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对它进行一个旋转偏移。设置为45度，它就刚好以其这个拐弯的这个折角来对着我，因为我们设置了它的这个旋转偏移值。如果是默认的话，将会正对着。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设置不同的轴，让其在原有朝向原有锁定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旋转偏移。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有趣的效果，尤其是在我们在制作特效的时候，有一些个模型在 3D Max 或者是玛雅导入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轴是偏的。那么往往需要在 3D Max 里面或者是一些 3D 建模软件里面重新修改它的轴向。那么如果说有工具的话，有这个工具的话，就不需要去设置或者考虑它的轴向，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设置完成之后对它进行一个偏移。XYZ 轴任何一个轴向都可以对它进行偏移，并且可以让其锁定轴向或者是朝向轴向等等。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朝向摄像机的功能。好，那么以上这就是自动旋转、随机旋转和朝向摄像机功能的讲解。